9000年前，苍云界九州大陆，苍月魔主掀起灭世之战，生灵涂炭，最后被5名帝尊以身为印，封于幽海之渊。然其座下第一魔将天巡魔尊重整魔门，誓要横扫仙门。从此，九州大陆波澜再起。终有一日，剑仙必能拯救九州大陆，而这剑碑就是通向剑仙的入口。我叫徐长卿，是个天才，至少6岁以前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仙灵，不许欺负我哥哥！哥，别怕，妹妹来保护你了。她叫穆子勋，是我妹妹，但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太好了，我孙儿真是个天才呀！哈哈哈哈！快去剑碑测试一下。唉，没反应啊。炼气9重境，哎呀，天才！我见古大幸啊！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本天才已经不是天才了。哎呀，我长青也是天才，呵呵呵呵，爷爷感觉到了，不出1、2年，顶多3、5年，长青一定能凝聚仙灵，突破1重境。又来！不行，这次我一定要通过测试，成为剑仙。徐长卿，炼气1重。从6岁开始，足足10年，还是炼气1重境。都怪我这丹田内天生有一股怪气旋，我练多少，它吞多少。长青，修炼之道本就漫长无期，你才16岁，不可消沉放弃呀。徐飞，聚灵1重。徐翔，炼气3重。堂堂的剑仙之子，10年的资源培养却毫无进步，还在天命之子的梦里，哼，可笑。他要是天命之子，那我便是苍云界主宰了。苍云界主宰，弄丢东西还怕被打屁股？下一位，木子。
不愧是我的孙儿，已经聚灵8重境了。长青哥哥，你别灰心，我替你教训他们。长青哥哥，由我来保护。子勋放心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我可是要成为父亲那样的强者呢。就你，简直完美人选。族长，子勋如此天赋异禀，世所罕见。你看，好，诸位，随我开启地剑封印，让子勋试剑，同时让族中的后辈也试试，看谁能得地剑认主。你们记住，只要用心感应青莲地剑，便有机会获得地剑的认可。若你们能执掌地剑，便可成为无上剑仙，镇我仙门，扬我地威，万不可分心。父亲自12年前前往邪魔海，便杳无音信，无法得到地剑认可，成为剑仙，如何有资格找寻他？我现在的修为，地剑会认可我。若执掌地剑，我也就能去寻找我父母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族长，情况不妙啊！青莲剑。剑，来者是苍月宫第9魔将乌潜，实力已进人仙境。这乌潜7年前曾覆灭白帝梵音谷，难道我青莲剑骨今天要重蹈灭族之覆辙？诸位，别忘记天碑谶言。九阳县魔星案，1800年前已经应验。这九阳正是那9位晚求仙门的帝尊后裔。武灵聚，魔星灭。子勋丫头，正是木灵道体，是我们扭转乾坤的希望。可惜呀，子勋还没成长起来呀。此时大敌已至，莫非这青莲剑骨要断送在我等手中？事已至此，尔等作何考虑？战！我等身为青帝后裔，浴血奋战，抵御魔门，不可辱没了先祖的威名。老夫已经活了189年，此番若能灭几个魔修，也算是值了。好，我等已是老朽之身，死又何妨？保我青年后辈，护我仙门希望。一丝真意，一丝生机，你等继续凝心参悟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我青莲剑阵，
去化莲，支撑天地，青莲成。开启法阵了吗？苟延残喘罢了。没有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小丫头长这么大了。不过，她若不是那天命之女，将主不惜万里赶来，岂不白忙一场？那位禁忌人物的女儿，岂是等闲之辈？哼，将主，属下请求为先锋，率魔卫将这小丫头擒拿。准。青莲地剑，我要。穆子勋也当带走。至于其他人，杀无赦。是。青莲，破印。是。青牛之力，一瓦剑，斩破山河。斩我魂力，化凝青莲为剑气。有心神为引，不撞我青莲。区区几个真人，龙渊之爪。不好，封印破了！给本座碎！我青莲出击反击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厉害？这是龙鹰，麻烦了。龙鹰，魔道的坐骑都这么厉害。先是范阴谷，现在又是我们，不可忍。走，我们去帮助族长。走，我们去帮助族长。小心这龙鹰的羽箭！清明龙鹰。父亲，母亲。
叔叔，子勋无能，无法为你们报仇。走。子勋体内的气如此混乱，不行，得先让其定下来。这气息，激发那小丫头的血脉了。武林道体，真是想看看这小丫头今后会是什么样子。当凭这剑骨，莫伤了那丫头。只要我还没有死，你们就休想踏足剑谷。陪小家伙们玩玩吧。这些又是什么东西？今世天乙，没有想到一个魔卫居然也能掌控上古凶物。燃我仙灵，助我地震，青天剑莲，聚！金地一脉，后继有人。没用的，接天魔阵。天魔大阵成。传言苍月谷9大魔将麾下强者如云，果然不假。只能动用我青莲剑骨的杀手锏了。哦，这老匹夫是要最后一搏？以地祖为名，唤先辈之灵，恭请先祖出世。恭请先祖出世。是谁在召唤吾等？多少年了，我竟然还能现世？我族是遇到危险了吗？禀先祖，我族逢魔门入侵，晚辈许久山无能，难以退敌，还请诸位先祖保我族人。哈哈哈哈哈！身为青帝后裔，自然责无旁贷。就以我之魂重新点燃地阵，
夫身陨多年，此时竟还能发挥余热。万古青莲遁虚空，道法归一，连天穹。青莲地诀，残灵，以我之魂，封仙困魔。竟然蠢到把自己困起来，简直！灵气化剑。什么？天魔手。剑骨三英灵，本来还不配我出手，既然他们出来了，那本座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何为魔将之威。好大的口气！以无剑魂为引，引青莲杀阵。万古青莲遁虚空，道法归一，连天穹。这是青帝的无上帝诀。传说当年，这手执青莲剑的青帝，唯有苍月尊主与之争锋。青莲七剑，杀！混沌青莲剑，开天辟地。这一击关乎青莲剑骨生死存亡，先祖一定要赢啊！青莲地诀。哼，青莲地诀的确是无上地术，不过尔等只是一介残灵罢了，可笑！明如魔灵，玄冥天龟，去！玄武之灵，这是什么防御光罩？连先祖都无法将之斩裂。区苍玉宫第9魔将，居然如此强大！今天奇怪的东西怎么那么多？该本座出手了。玄冥之海，天刀灭世。这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先祖们，这股力量怕是已经接近地仙之境了吧？好快的一刀，这就是他的真正实力吗？
青莲裂了！啊，完蛋了！我等终究还是残灵。老祖，连老祖都无法抵挡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可恶！赶快收住仙灵！今日过后，青莲剑骨将不复存在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真想亲眼看着你凝聚仙灵。都是孙儿不好，11年修为毫无长进，是孙儿没有。长青哥哥，哪怕全天下的人都轻视你，你也不能放弃你自己。记住，潜龙勿用，修炼之道重在道心，里有心气，道心越强，力量越大。是。我已向九州求援，他们或许会赶到。在这之前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子胥。爷爷，长青记住了，记住了。爷爷，我也一定会保护好长青哥哥的。徐九山，交出地剑和那个小丫头。无间，你先祖本是黑帝座下护法，却背叛黑帝，屠其遗孤，夺其秘术。你背信弃义，天地所不容，还想要地剑，痴心妄想！九山呐！好一出感人肺腑的戏码！想杀我，妄想！不自量力，碎！黑色迷雾笼罩了天地，谁在那夜里流离？是引领的间隙，埋葬着英雄的废墟，发出阵阵不甘的低语。那是尘封的剑在召唤，
只为换来不去的你。剑照亮了天地风，是战斗的序曲，承载着不朽的天气。思念这黑色的夜，指引着光明，燃烧谁的血与残躯，破碎的大地流淌心血与深情。死亡的气息，令人陶醉。秋山呐，族长竟然也……只要我不死，休想带走我妹妹！哪儿来的一个连巨灵镜都没有的废物？哼！哼！一群蝼蚁！完全无法动弹，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吗？是地间的地气，地气显威了！天佑我族啊！3000年呐，终于复苏了！这是地剑的力量，地剑接纳了我，这怎么可能？仿佛体内有一股温暖的气流，将全身的筋骨都淬炼了一遍。这便是圣古地剑之力吗？长青，别放弃你自己，修炼重在道心，总有一天你会破茧成蝶，登道见仙。爷爷说的对，修炼之道重在道心，若有无上道心，那么便能掌控无敌的力量。我修为虽低，可道心坚如磐石，一笔剑锋。我族有救了呀！秋山，你看到了吗？长青执掌了地剑呐！力量太强，好快！可恶！
地剑竟然复苏了。据说每把地剑都内蕴剑灵，不知这剑灵是否还存在？宁无魔灵，玄冥天龟，玄冥天龟玉聚。降注的玄冥天龟玉防御无双，剑仙都难伤分毫，而今却要崩裂。这还只是个连巨灵境都没有的小鬼。看剑！剑早在上古一战便已受损残缺，如今你个小鬼还借此逞威，本座就让你看看真正的实力。道心如剑，以我剑意，破天穹，尽万法。不愧为青帝后裔，本剑灵就为你所用了。长青的剑意真是不可想象啊！这是以前那个长青吗？以后还是少惹他。结束了？好，这怎么可能？300年了，能把我逼到如此境地的，没想到是你这个毛头小子。今日你将有幸死在本座天刀之下。玄冥之海，天刀灭世，杀！啊！先前3位先祖英灵联手，也败在了这一击之下呀。这一击，长青能接得下吗？天刀灭世，怕了吧，小子？好，很好，青莲地剑能被你执掌，想来青帝也该安心了。小子，今天本座便传你完整的青莲地诀，你且用心感悟，记住地术奥义。万古青莲遁虚空，吞尽天地日月星，意中自蕴青莲剑，覆灭万里山与河。
座的冥海之力都能牵引。这是青帝的成名地术啊，竟然还是完整的地术，好震撼！青莲化剑，剑赴乾坤。玄武鸣甲，快退！上古地术果真无敌呀！如此厉害，青帝之术的确不凡，只是你终究不是青帝。爆发吧，燃我血气，凝我地术！长青哥哥，不好！哼，不自量力。就这，凝我地术，玄冥之谋，天诛！这是黑帝的地术，还真有一股诛灭天地的气势。青莲斩！青莲之杖！撑不住了吗？不许伤害我哥哥！可恶！收！地剑复苏，施展出我族的无敌地术，竟还是不敌武前。将主胜了。 300年了，我还没有受过如此重的伤。不过，胜者是我无前。放开我！不好，地界要被无前吸入掌心了。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，竭力出手，催动组阵。是。一群蝼蚁，也妄想与本座争锋。显灵之海，湮灭山河。啊！完了！ 哥
谁能救我青莲剑骨？快点剑，差你们占去一臂！无钱，二曾灭金天氏，如今又来灭青帝后裔，如此嚣张，真当我仙门无人吗？看我一剑封天！这剑气森寒刺骨，难道是九州七大剑仙之一，人称太白剑仙的邱无涯？紫砂白发，一柄寒玉剑，风侵万里山河。这是昆仑虚的太白剑仙。剑仙，修者一旦迈入人仙境，剑仙的战力便可凌驾于同级修者之上。太好了！先前地剑剑灵出手，已损失惨重。眼下这邱无涯杀来，怕是难以全身而退。玄冥之海，天道灭世！玄冥天龟盾，好大的气势啊！邱无涯，这么气势汹汹，怎么新仇旧恨一起算？无需多言，受死！为你28年前死去的师尊，为7年前覆灭的金天氏，还是为了那个徐子川呢？剑炎8级，8级擎天斩！本座已触及地仙境，灭你不过翻手间的事吧。玄武真身，8级封天，玄龙之尾，横扫乾坤。8级擎天斩！天鬼撑天！这就想杀我？没那么容易！垂死挣扎，我从未一败。灵武地术，玄冥之谋，天诛！地术，我太上忘情剑。太上忘情，传说中昆仑虚的至高剑术。相传，修炼此剑诀需要达到忘我、忘情、忘众生的境界。别说了，
先率众后撤。太上忘情，无我，无相，无道，无法，无众僧。天地间竟有如此可怕的一剑！邱无涯，这笔账我记住了，你等着！硬汉叠术，果然过于勉强。上古时期，青帝大战魔门，吾仙灵受损，休养了9000年，才恢复些元气。刚已损耗殆尽，吾将长眠于此。青莲地术已经传授于你，接下来就得靠你自己了。破茧成蝶终须日，剑锋重燃撼九州。想来是地剑的剑灵在危急时刻护住了他。长青哥哥，你一定要活下来啊！见过太白剑仙。长老无需多礼。今日若非有剑仙及时出手，青莲剑骨恐怕……这要感谢九山前辈的集训。九山爷爷已经不在了，子勋不能再失去你。不用担心，他只是损耗了太多的精元，神魂虚脱，尚不致命。还好长青没有损及根基。他是子川的儿子，长青能执掌青莲地剑，是我青帝一脉的希望。想必子川泉下有知。天生道体，年纪轻轻便已是巨灵8重境。你应该是穆天歌穆道友的女儿吧？您认识我父亲？也算是故交。12年前，月海一役，都是前尘往事了。第9魔将就这么难对付，魔门必定卷土重来。这2个孩子皆为先天道体，仙门希望。我想带他们入昆仑，收于门下。太白剑仙认可这2个孩子，实乃他们之福，只是不知他们自己是否愿意。子勋愿意。长青虽激发了青莲地剑，但终究未能凝聚仙灵，只怕……请长老放心，我一定会好生照顾他们。好，那我等也就放心了。不过老朽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长老请说。九山陨身于此，我等将凝聚其魂，孕育于青莲之内。只是神魂重生，还需昆仑的不老神拳。求您救救我爷爷！九山前辈心怀大义，我必定尽力而为。不过，那不老神拳在我昆仑禁地神虚当中，小辈们才能进入历练，无涯实难亲为。只要这2孩子入我昆仑，
我必定竭力相助他们寻得不老神拳。有劳剑仙了。那明日日出之时，我等便施展引魂之术，聚老族长之魂。混账邱无涯，他还只是个人仙境界。江主，下一步先回苍月宫。本来要夺先天道体，却让那地剑复苏。江主，咱们现在召集人马再度出手，也本座自有筹划，何须你多言？莫非你想坐这九魔将的位置？属下不敢，教主饶命啊！江主，玄月太师一时心急，望教主手下留情。以后谁敢质疑本座，杀无赦！走。引魂之术，以血脉之印为引，以心魂为灯，青莲聚魂阵，起！以无之云，万而心魂，五族之长，许久山，魂兮归兮。还好，九山前辈是合道期强者，魂魄伤害有理于降临附近。魂兮归兮。爷爷，子勋，这座古莲能暂时保存九山的魂魄不散，要想复生，就必须取得不老泉之水，滋养青莲种子。子勋与长青哥哥一定会取得不老泉之水，助爷爷重生。这些是整个剑谷弟子自发为你们筹出的灵石，品阶最好的绿灵石可以提升你们修炼进阶速度，省着点用。子勋，这是我的，替我谢谢长青。前面便是昆仑，
由玉虚风、缥缈风、通天风、太虚风、雪月风组成。这些往后你自会熟识。现在，先去玉虚风见掌教。报！只见长老已到昆仑口。发生何事？竟让掌教和几大真人都来了。子勋，你且记住，昆仑的5座山峰，便有5位真人，其中最年长者为玄玉真人。子建真人和我相仿，掌教是天鼎真人，飘雪真人是小师妹。师弟，这些爷爷是？师弟，青莲剑骨怎么样了？魔将已退去，只是久山前辈。缘起缘灭，万法性空。这孩子应该是天歌剑仙的女儿，穆子勋吧？不错。子勋见过天鼎真人、玄玉真人、子建真人、飘雪真人。无需多礼，你认得我们？无涯前辈来时有过交代。小丫头竟然已是巨灵8重境，不要多久，应该就可以凝聚金丹了。真可人的小姑娘。他是徐长卿，子川的儿子。哦，剑仙的儿子。巨灵境。此事说来话长，去缥缈峰细说。好。事情便是如此了。这孩子竟然激发了青莲地剑。是的，也正因此损耗了心魂之力，现在仍未能苏醒过来。这青莲地剑，若是子勋丫头执掌，我想得通。可这徐长卿的修为……是啊，地剑只有剑仙才能发挥无敌的威力。长卿他天生丹田如渊，所修灵气尽数被天渊吞噬，所以他还只是炼气1重。哦，且让本座看看。师兄，如何？果不其然，刚才本座的一缕心神被卷入那深渊，就此消散，便是那缕仙缘也尽被吞入当中。唉，也难怪此子10年也未曾进一步。也就是说，这徐长卿10年20年也不一定能凝聚仙灵。师兄的仙缘一缕胜过普通人修行数年，这徐长卿吸收了却毫无反应。
唉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地剑怕是无法物尽其用喽。地剑可是仙门战胜魔门的关键力量啊！可惜啊，地剑不是被小紫薰所掌。紫薰确实不错。哎，这长青方才激发地剑，想来还没有完全掌握。我看，不如我等联手，先将地剑引出，让其他天才试剑。引出地剑？哈，既然长青修为难以寸进，地剑留在他手中也是蒙尘，不如加以利用，壮我山门。若他日长青真有所成，再把地剑还给他，也是不迟嘛。这未尝不是个办法。不错。不，绝不！我族地剑是长青哥哥的，谁也不能抢。你，小丫头，我们又不是要抢地剑，只是借用。你休想！你天资非凡，拥有先天道体，难道就不希望？不希望。既然地剑认可了长青哥哥，那就是他的，没有人可以夺他地剑，不然爷爷就白牺牲了。修道之人，勿为小情所困，当心怀大义。若你们觊觎我长青哥哥的地剑，杀了我们便是，何必在此假惺惺的说什么大义？你这丫头不知轻重，我等此举也是为了仙门。你说这话，当我昆仑是魔门吗？诸位，子川与天歌皆是我故友，当年他们深入魔海，我却闭关未出，害得他们二人身陷魔海，至今生死未卜。而今他们的子女入我昆仑，我自当竭力护佑，不管长青修为如何，要夺他的地剑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邱无涯，你师弟，把剑收回去。既然无涯不同意，就在意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懒得管呢。告辞。师弟，对长青，你有何打算？收他为徒。那子勋呢？师兄，不如让子勋入我门下，反正我迟迟未能入人仙境，倒也有时间教导子勋，改改他的脾气。飘雪之剑术，在我昆仑虚出类拔萃，由他教子勋，倒也合适。子勋，你可愿意拜入飘雪真人门下？子勋愿意。刚才他们觊觎哥哥的地剑，只有他一言未发，想必是个可信赖之人。如此，便有劳师妹照顾了。师兄放心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现在就让兄妹俩好好待会儿。师弟，关于你青莲剑骨之行，师兄有些话要跟你说。
真实情况如何？第9魔将吴乾掌握了黑帝的地术、天珠，我目前的太上忘情剑也只是勉强战平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师弟，只要好好参悟太上忘情，不出10日，必可跨入地仙之境。是啊，自从28年前东海蓬山之末，而今也只有掌教和无涯师兄2个迈入仙道的人仙。小师妹过誉了，为兄天资愚钝，修道280余载，却还只是人仙境。今后的昆仑，可就全依仗无涯了呀。师兄言重了，昆仑之存亡，靠的是每一个昆仑弟子。乌丘无涯身为昆仑执剑长老，亦会与昆仑共存亡。师弟，你与紫川天歌乃莫逆之交，不过你修炼太上忘情剑，若沾染太多俗人事，怕会影响你今后的修为。长青，不如让他拜入我门下。同为剑仙，我对紫川有托孤之责，更何况，师兄，你已有位高徒。师兄怕耽误你修炼太上忘情剑吗？太上忘情剑，紫川的儿子我都保护不了，练他又有何意义？斯人已逝，师兄切莫耿耿于怀。当年我就是为了修这太上忘情剑，枉过挚友。如今我不想再给自己留太多遗憾。长青哥哥，你要挺住啊！这昆仑虽是仙门，却也有人觊觎你的地剑。看来我们还得靠自己。子勋会努力，一直保护长青哥哥。子勋，让你哥哥在这静养一段时间。你先随为师去雪月峰吧。是，师父。子勋妹妹，不要走！你们说的我都能听见。地剑留在他手中也是蒙尘，不如加以利用，撞我山门。先将地剑引出。不错。不，绝不！若长青明天还不醒，便将我的丹药给他。难道我要永远都醒不来了吗？不，我不能放弃，绝不屈从命运。这是在哪儿？这……你是谁？你是水中的女子。被困于执念，方才是我救的你。我肯定是在做梦吧？哎，好痛啊！混沌聚灵碑，聚天地之英灵，非地者不可入碑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快让它停下来！这是你神石中的半生灵宝，混沌聚灵碑。
可据我所知，就是先天道体的天之骄子，也没有什么半生灵宝啊。哼，自信点，你拥有的可是无上体质，混沌天体。你天生丹田如渊，乃是混沌之渊，连接着你神识中的混沌之海。只有先壮大混沌之海，才能为你铸就真正的混沌之体。这些年，你修炼的灵气，全部在这儿了。啊，这原来是这样啊！不过，修炼所需资源比常人多一点点而已，便妄自菲薄，以为自己是废物。我可没说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丹田之混沌之渊，可吞天地万物之灵，助你修万道，掌万法，超然于外。这混沌聚灵杯，更是可聚天地间万灵之阴魂，演诸地道法，万灵万法，皆会集于你一身。聚万灵之阴魂，演诸地之道法。哼，别开玩笑了。你瞧，给我醒！给我醒！你竟依然不相信，此乃你自己的神识空间，下方混沌之海中充满着你的执念。当你放下执念，勘破灵明，出入自然自由。也罢，看了这些，你便会相信。瞧好了，这一面乃苍梧帝尊英灵，曾经执掌苍元地中，无敌于苍云古界。此乃虚空大帝宇无恒，他掌虚空之道，镇压了一个时代。这是潭元古地，一眼化古渊，一眼化神芒，都是通天的神地。此乃青莲帝尊，这是我族帝尊，晚辈拜见帝尊。而今你修为太弱，这些古地阴灵残魂并不是太强。待到你混沌体大成，自可凝聚完整的古地阴灵。那时，这些古地皆可再现那绝世风姿。啊！可凝9个古地阴灵，请问此法修炼有何代价？为何是我？你是千百年无一的混沌天体呀，没有理由。代价的话，就是修炼所需资源比普通人多个千百倍吧。啊，这么多，我何时才能修成剑仙啊？若不异于常人，又怎么可能是诸天万界第一圣体呢？哎，前辈，可有让我快速提升修为的办法？哼，办法自然是有，
但你先答应我一件事。别说一件，就是10件我也答应。和我缔结契约，让你我神识相通。我受限于这神魂之海空间，未曾出去。你要是不愿意，便不必多说了。好了，这方法就是青莲地诀。它可汲取天地之力，再配合你的丹田之渊的炼化之力，将是普通人的100倍。如果再有灵脉加持，将是常人的1000倍。青莲地诀，当初地剑剑灵就传授给了我这个。还有，这是混沌观想法。你修炼此法，不仅可以凝聚出古地法相，还可以使用出古地道法。如此一来，修炼便会驾轻就熟。混沌观想法，道法已传，你便好好修炼吧。好嘞，再会。这是个梦。小子，孩子，哥哥，徒弟，大战，爷爷，子勋，昆仑，这混沌观心不，混沌观想法，混沌聚灵杯。都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我徐长卿不是废物，我拥有着诸天万界最强圣体——混沌天体。以青莲血脉为引，聚青莲之形，凝天地之气。深化青莲，心与虚合，凝天地万灵之气。原来我凝聚的天地之气都汇集在混沌聚灵杯内。我终于迈入了炼气2重境。我竟然可以将混沌聚灵杯存储的力量引入丹田使用，这样的话，实力绝不会比炼气9重境的修士差呀！长青，你醒了。无需多礼，我与你父亲乃是故友，今后你便留在昆仑，由我指导你修炼。长青，谢过前辈。哦。过了一晚，不仅身体无恙，还变强了。可能是昆仑灵气浓郁。很好，有突破，说明你有机缘。假以时日，说不定也能修成剑仙。长青一定会努力。我16岁才迈入炼气2重，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有外人会看中我。长青，我与你父亲是老相识，所以我打算收你为徒，你可愿意？这
切勿妄自菲薄。修炼一道，重在道心，道心坚韧，定有所成。师傅。长青哥哥，子勋。师兄，来商讨明日收徒之事。师兄真是木头脑袋瓜。太好了，长青哥哥，你真醒了。子勋还以为你要丢下子勋了。傻丫头，我答应了爷爷的，就算是为了你，我也要醒来啊。这青莲种子内是爷爷的神魂，大爷爷说寻得不老神拳才能让爷爷复活。爷爷放心，无论什么办法，我都要。师尊说，只要在昆仑的仙剑大会当中夺冠，就能获得进入神虚的资格，那时就一定会取来不老神拳。神虚，向来听闻昆仑的神虚很危险，我又怎会让你一个人冒险呢？哼，哥哥不相信我。等，子勋，我相信啊。他们兄妹的感情远超常人呐。是啊，从小双亲咬信，若不相互扶持，想来很难熬过那些岁月吧。我又何尝不是？当初拜入昆仑，若不是有你。长青哥哥，我便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可要好好努力修炼哦，说不定哪天哥哥就追上你了。放心，子勋可是要保护长青哥哥的。子勋自幼命运多舛，而今我有混沌灵杯和青莲地诀，今后便换我来保护他。不必怅然若失，这里有一些丹药，想必对你的修炼有所帮助。长青不，徒儿谢过师尊。明日卯时玉虚殿，入道大会。什么？执剑长老要？和不老神拳都跟我等没关系了。不灭金身诀，只有掌教真人一脉才可以修炼；太上忘情剑，只有执剑长老一脉才可得传。至于那神虚禁地的不老神拳，只怕有命去没命回啊！也不知到底是什么天之骄子，能让长老们如此破裂。昆仑太虚风断剑一。嘘，来人了！太虚风此剑真人门下首席关门大弟子段剑一，参见掌教，执剑长老。小师弟呢？是不是还有小师妹呀？哦，师傅。剑一，言多必失，为师如何教导你的？哎，剑一开朗活泼，无师无师，你们稍安勿躁。通天风，下青侯，参见掌教。好，稍事歇息。师兄的大弟子，灵力果真强劲啊！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。
雪月峰，莫千雪。好，好。哎，掌教，大师兄呢？他还在闭关，现在就差2人了。现在就差他们2人了。哎，有人来了！好漂亮啊！木子勋，见过各位真人，见过师兄师姐。快快请起，稍后片刻。这女子便是青帝后羿天歌剑仙的女儿木子勋。另一位怎么还不出现呀？是不是在卖关子？长青，啊，好多灵翠啊！我抓到，炼成剑仙。嘿，看我不抓到你！哎！啊，你是？完了，睡过头了。哎，公子，玉虚风在这边。哎，对了，你是谁啊？我要好好谢谢你。我叫叶青雨，乃执剑长老安排给公子的剑士。哦，我来不及先走了，我记住了，叶雨清。这是来不来了呀？不来好早点回去。哼！来了来了，肯定马上就来了。有动静，啊，在上面。师傅，我来啦！长青哥哥，你怎么迟到了？子勋，昨晚修炼的太……哦，对了，晚辈徐长青见过几位真人，还有，这是师兄师姐。免了，已经行大礼了，快上来吧。长青哥哥，来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哎，你和小子勋是兄妹啊？那你也是剑仙之子喽？有意思，有意思啊！徐子川剑仙的儿子，哼，这般模样。对不起，师父。不错，过了一晚，修为又有提升。进殿吧。这个平庸至极的少年，到底有何本事？有请新弟子徐长青、木子勋入殿。迎请2人登台，拜开山祖师。我徐长青，木子勋在此立誓，此生
永孝仙门，不坠魔道，为苍生扶正义。长青、子勋，你二人从今后便是我昆仑的弟子，当努力修炼，守护天下苍生，不可辱没昆仑之名。弟子谨记。这算是入门之礼了。多谢掌教真人。玄金软玉甲，哇，掌教太大方了吧！2件人仙境宝器，除了大师兄还没人。长青，你今日入我门下，为师便将此物赐予你。从此后，你执掌此令，于昆仑上下，见令如见我。啊，缥缈令？哼，缥缈令只有执剑长老的继承人方可执掌，这是在执剑内定继承之位吗？这徐长青的修为，执剑长老，你这是拿昆仑未来当作儿戏？哎，怎么了？一个木牌子有什么好争的？无涯，你这是？无涯，这是不是再缓缓呢？无涯，此事不同儿戏。昆仑众多弟子可都在。难道师尊就这么相信我？我相信长青，他现在天资不显，可道心坚定，潜力无穷。我邱无涯今生只收一徒，便是徐长青。若不是有混沌聚灵碑，我此生修为都难有精进。师尊对此毫不知情，却仍对我寄予厚望。师尊，我胡闹！胡闹！无涯，这是整个昆仑之事，你不能擅自独断。这么一个废物，刚入门便成为剑仙继承人，我不服！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诸位，切莫动了肝火。我决心已定，绝不更改。师兄。无涯，事关九州县门的兴衰，不如缓一缓。我只想弥补当年的遗憾。我一直愧对子川，而长青是他唯一的儿子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尽我所能的将他培养成才，匡补我的过失。贸然把缥缈令给新人，会让其他弟子不服。不如趁着仙剑大会，公平竞争。哼，说的是啊，你不妨多收几个徒弟，让他们同台竞争，择优而选。此法可行。师弟，你意下如何？我说过，我邱无涯这一生只收一个徒弟，那便是徐长青。邱无涯，无论如何，这缥缈令不能就此传给徐长青这个废物。谁再敢说长青是废物，我刀剑无眼。我昆仑的规矩不能因你而废。我昆仑弟子8万，只有这个废徐长青可选。诸位真人，我初入昆仑便是昆仑弟子，已是师尊厚爱。我父亲虽是剑仙，但我也不想因此而拥有特殊的照顾。你修炼10年，却还停滞于炼气境，我们自当要多关照一下了。
我虽是炼气境，但也绝不是任人宰割的废物。这孩子竟有如此魄力，如此清醒，不错。徐长青，还有半年就是仙剑大会，届时九州各大仙门齐聚昆仑，你这是在丢昆仑的脸面。那正好，今日我掌教做个主，若长青能在仙剑大会脱颖而出，缥缈令便归他。你们放心，我绝不会给我师尊丢脸。如今我已迈入炼气2重境。炼气2重也值得炫耀，笑死本座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便到此为止。哎，改天见了，长青、小子勋。这事不会就这么完了的，仙剑大会，等着瞧。长青，明天开始，为师要闭关疗伤。闭关期间，就由叶青羽照顾你。为师出关后，再传你道法。师尊放心。要记住，道心为上，抱元守一。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沉着处置，皆可迎刃而解。长青谨记。这是要干嘛？怎么办？他虽然看似平庸，却有些魄力。哎，我在想什么？青羽。喏，这个给你，可助你提升修为。这段时间有劳你照顾我的饮食。公子不必，这是剑士分内之事。你不必如此拘礼，在我的家乡，没有什么公子侍卫分别，都是亲人。亲人。青莲地诀牵引灵气的速度远胜以前100倍，我勤加修炼，必有所成。只是，长青哥哥，这是师尊给我的千年灵露叶，给你。长青公子，这是我特地调制的仙风玉露粥。长青哥哥，这是师尊给我的100年灵桃。长青公子，这是100年鲤鱼。这是1000年雪莲。这是万年人参。长青哥哥，长青公子，长青哥哥，长青公子。这4个月，长青公子日夜修炼，还没到聚灵境。2个月后，便是仙剑大会了。炼气9重，接下来可尝试聚灵了。混沌青莲，宁！
4个月修炼，青莲地术总算小成了。接下来便试试潭渊谷地的地术。初次观想，法相还不够，地术也只是个雏形。不过第一次就能成功观想出来，也算是机缘了。前辈，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这几个月透过我看到外界，感觉如何呀？哼，那邱无涯倒是有趣。注意捧鸟血脉的小子，戾气很重。好了，快去突破聚灵境吧。谨记，多谢前辈。青羽，我的丹药都用完了，只怕难以冲击聚灵境啊。青羽这就去取，公子需要多少？普通人的10倍，不，100倍，越多越好。啊。公子，药方的指示不肯给。难道他不知道是我所需的药材吗？那药方的指示说，你虽是剑仙弟子，可10年还没有聚灵境，不配。多半是执事误会了，我这不要突破聚灵境了吗？青羽，不必自责，我亲自去。我看看谁欺负我的剑士，而且没有足够资源，我无法聚灵啊。青羽，你带路。好的。哎，那不是执剑长老继承人吗？徐长卿。嘘，小声点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月俸已经超额发放，你来我药店，所谓何事啊？哦，我是想提前预取一些灵粹，冲击聚灵境。哼，笑话！我做药店执事这么多年。从来没有提前支取灵粹之事，只是通融一下。嘿嘿，若昆仑弟子人人学你，我药风岂不乱套？就是掌教真人来此，也不能坏了我药风的规矩。只好忍痛割爱了。嘿嘿，你看那家伙，土包子，昆仑最普通的配件。镶的也是青灵石，下品绿灵石3枚，换半株灵粹。什么？拿它换。啊，这不行。还有2个月就是仙剑大会了，青羽担心公子。不用担心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徐长卿还不至于被这些难处。我们走。哟，这不是青羽小姐吗？听闻你天资不错，却当了个剑士，怎么想的？不如来我通天峰，我让我义父收你为真传弟子，或者给小爷我当个剑士也不错呀。我自幼被太白仙长所救，缥缈峰便是我家，不劳你费心了，还请让开。小爷我让你走了吗？叶青羽，别不识好歹，永远伺候这个废物，就甘心？夏雨峰，不许你这么说长青公子。还说不得了。哼，雨峰师兄说的是，
这人给你提鞋都不配。我看执剑长老也是老糊涂了，居然收了这么一个废物。哟，生气了，这么护着你主子，你们俩怕是啊？师兄明眼人啊，你看看这徐长卿，哪有点剑仙之子的样子？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徐子川的儿子，是个野种啊！住口！哟，生气啊！我好怕呀！哈哈哈哈！他要用炼气境的修为教训我们呢。一，侮辱我的剑士；二，侮辱我的父亲。今天你们必须道歉。哼，说你是野种就说，道歉就不。你拿我怎样？那我便教会你说。这家伙居然还生气了！本公子拒领9重境，我怕你，徐长卿，你就是个野种！老子说了，你能奈我何？辱我父亲者，不可饶恕！就你也敢口出狂言！公子，不要理会这群无礼的家伙。如果我退缩，他们会更得寸进尺。师兄，对付一个废物，何须你出手？也好，这次就让给你了。公子小心，他至少是巨灵8重境。无妨。公子如此自信，应该有所准备。况且公子还有玄金软玉甲护体。宁我仙灵，人骨槟榔。传说张师弟的祖上乃是一尊远古槟榔，追随于我昆仑白帝左右，修炼得道后，成为名震9州的白狼大将。哼，依我看，对付这个野种，只需要一口寒气。寒冰之气吗？这不可能！加大寒冰之力。巨灵之境也不过如此。公子，以我血气，宁我清炼，通天纳地，寒气息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此等寒气，一丝就可冰冻炼气境修士了，他怎么做到的？青莲入虚空，吞进日月星，万灵之气，吞！怎么回事？感觉我体内的灵气向外流逝。我也是，连我的灵气也在外溢，难道是公子？好恐怖的牵引之力！不行，绝不能让我的仙灵之力继续减弱。以仙灵为引，令天地寒元。终于认真出手了。宁我仙术，寒风利刃，封天裂地。寒风如剑，似有撕裂万物啊！这是张师弟的绝招寒风利刃。徐长卿，
看你如何抵挡这一式。寒风丽月，这可是中品仙术，公子能应付下来吗？宁我清地法身，地术，混沌青莲，现！是什么威压？这难道是地威？混沌生青莲，青莲生地剑，青莲之剑，剑斩八荒。这青色宝剑，只是地术雏形凝聚出的宝剑。若是凝聚了完整的古地法身，那该是何等威势滔天！啊，还是难以完全控制这股力量。啊，这不好吧？这就是地灵之威吗？你的心灵法身，震碎山河！把张红的仙灵法身都逼出来了。金丹期才可凝聚的仙灵法身。玄冰盾，去！只有道歉，不要杀人啊！等等啊！你我还原照！张红败了啊！这可是巨灵8重境修士啊，居然败了！好强！没事没事，还好还好。张红师弟，张红师弟，徐长卿，你个野！出手寻衅，便当付出代价。好可怕的气势啊！这就是我家公子吗？你身为昆仑弟子，随意辱人父亲，败坏第一仙门之名声。况且，我父乃当世剑仙，多次杀入仙魔海与魔门诸将争锋。你有什么资格侮辱他？我身为人子，也要讨一个公道。道歉。我乃通天峰剑主玄玉真人的义子，你不能伤我。通天峰剑主又如何？既然敢出言不逊，就该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徐长卿，此乃我药峰，岂容你撒野？通天手！
不好，这是弹指式。救上我家公子！区区巨灵剑，不自量力！九重玄阴浪！公子，对不起，青羽无能，不能力敌。你无恙就好。弹指式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哼，一个剑士而已，你想要，我可以赔你10个。你，谭师叔，救我！玉峰放心，徐长卿，夏玉峰等人毫无过错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剑仙传人就可仗势欺人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哼，不可理喻！青莲地剑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剑客青莲，这是青莲地剑啊！连谭师叔都不错，接下来就是你我之间的事情。道歉，还是接着打？徐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愚笨，我该死，我不该侮辱你。哼，早道歉不就没事？徐长卿，如此辱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加倍奉还。庶子，休要张狂！我的仙女溃散了，溃散了！义父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小子，适可而止。夏雨峰，如我父亲在先，寻衅动手在后，出手自卫，合情合理，一派胡言！麻烦了！不好了，玄玉真人要出手了！咱们先走吧。仗着自己手握地兵，欺辱同门，今天不让你知道天外有天，你不配执掌地兵。
成金身。玄玉真人，你颠倒黑白，还说我不配执剑，难道我族地剑要交给你这种道貌岸然之人吗？放肆！仙术，大鹏求天爪。玄玉真人的祖传仙术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！我徐长卿，剑仙之子，青帝后裔，自当执剑，不辱恩师。青莲地剑，宁我地术，剑斩八荒。无地青莲，现！青莲吞天！哼，你区区炼气境，就算手持地剑又如何？宁我仙术，求天之域。好强大！地剑，给我斩！我的力量才运转，就被压溃为虚无，这就是河道期的实力吗？羽翼化剑。没有剑灵相助，以我如今的修为，哪怕手持地剑，也还是无法和这些强者争锋啊！力量，我一定要有更强大的力量。无知小儿，溃散吧！难道我徐长卿今日就要飘雪剑，宁我剑术，漫天剑雪，冰封天地。玄玉真人，你堂堂一峰之主，居然对一个后辈下此狠手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简直是胡闹！哼！上将，飘雪真人，你们怎么会？先别说话。哥哥，长青公子，原来是这样。紫萱，
哥，放心，长青无碍，一时损耗了仙元，暂时昏迷而已。你们，玄玉师兄，你可知，他只是一位未巨灵的少年，没实力还目中无人，更该教训。若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该如何向无涯师兄交代？那是你们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你一个长辈，竟然下如此重手！够了！师兄，你那义子看起来还有一丝残灵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天鼎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偏偏是他，长青以后麻烦了。方才检查气脉，长青似乎迈入了炼气9重。啊，这才短短4个月啊，就从炼气1重到了9重。这4个月，长青公子一直闭关不出，日夜修炼。以长青的体质修炼，不是时间久便有成效的。我相信哥哥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的心永远是最坚定的。就凭此，他肯定可以。先带他回去好好休养吧。掌教入座。师兄，你是堂堂的一方剑主，有失身份呢。哼，这小子仗势欺人，公然残害同门，若不是本座出手，已经出了人命。掌教真人不责罚此等目无门规之徒，反倒呵责本座。依我昆仑门规，当废其修为，逐出昆仑。依我之见，还是要问清其中缘由。长青，昨日之事，你且说来，我们自当公正处理。弟子，昨日冲击巨灵境，执事不愿预知药材，弟子只好作罢。回掌教，在下已经给了徐长青高于普通弟子10倍的药材，若再给，有违门规。在下恪尽职守，不敢厚此薄彼。哼，这徐长青无法无天，连药材都要比别人多。升个巨灵境要这么多药材？掌教明鉴，我家公子体质特殊，日夜修炼，只为不在仙剑大会时丢了昆仑的脸面。连我拿寒冰剑去置换，公子都不许，怎么成了诸位口中无法无天之徒了呢？谈之事，区药材，何必如此？我昆仑第一剑仙座下唯一的弟子，要点资源而已，这样不成体统。掌教真人教训的事，在下认罚。为了区药材，就让剑仙弟子蒙羞。长青，以后你的药材，来我雪月峰取便是，就不必去药店了。是啊，长青哥哥，以后我们不去药店了。长青自知体质特殊，超出配额的药材之量，愿以劳力代之。多谢真人。取个药材，怎么又和玄玉真人义子夏雨峰死斗啊？弟子离开药店时，那夏雨峰2人出言不逊，如我父亲。胡言！我这义子一向乖巧，怎会出言如你父亲？接着辩。玄玉真人若不信，可以问当时在场的所有人。他们先是侮辱公子，称公子是废物，还骂公子是野种。岂有此理！哼，这话可说得重了。这件事情的确是雨峰不对在先，你可以上报门中诸老，他的罪自有人裁决。可你却仗着自己手持地剑残害同门，
即便老夫开口呵斥，也不曾停手。如此作风，实乃罪大恶极，与魔无异。我与魔无异。我父徐子川身为剑仙，游走九州除魔卫道，14年前更是只身一人杀入仙魔海，与诸魔将大战，方才救回我仙门的希望，拥有先天道体的子勋妹妹。若没有我父亲与魔门浴血奋战，你们还能在这里颐指气使地审判我吗？我父亲用鲜血换来九州仙门的希望与安宁，可他未曾想到，他所庇护的人却在背后侮辱他。不管是谁敢辱我父亲，我徐长青哪怕以卵击石，也当玉石俱焚。你们不守护他尊严，我徐长青来护你。长青哥哥说的对，当年我父亲穆天歌深入仙魔海，去援救被困的仙门强者，不想却被魔门重创。若非子川叔叔不顾生死，孤身深入魔海助我父亲重创魔门强者，也没有今天的我。那次子川叔叔明明已经杀出了仙魔海，可他在安顿好我后，又孤身入海去援救我父亲，这一去就再无音讯，只留下长青哥哥孤苦伶仃。不想才12年，世人就已经忘记这位剑仙为九州仙门所流的血和泪。在这里入剑仙名誉，怎么对得起为九州仙门在外征战的仙人？唉，子川道友这一生让人敬佩。遥想28年前，东海彭山异象突现，东方氏族天歌剑仙传讯九州仙门，说该族出了一个拥有先天道体的天阳之子，可彭山势单力薄，怕难以保全先天道体，故而请我九州仙门去支援。有武灵具、魔星面的谶言在先，故九州仙门不少仙人前往彭山相助。不想此次一去，却惨遭魔门伏杀，一个个仙人喋血东海，生死道消，使我仙门示威。那昆仑呢？那时太白恰好闭关修炼太上忘情剑，在得到天歌剑仙的传讯后，本座并没有告知太白，因为那时我仙门才经历东海彭山的惨败，损失惨重，纵使我们去，也未必能救回天歌剑仙，反而可能被魔门伏杀，彻底葬送我九州仙门根基。所以那一次我们昆仑袖手旁观。但是青莲剑骨子川剑仙去了，他说先天道体关系着整个九州仙门的未来，哪怕是战死，也当将那道体引入仙门培养。父亲，陷魔海之后的事，你们也知道了。无涯出关，差点与我决裂。他如今所做种种，其中缘由，皆如此般。长青自当追随父亲的脚步，竭力修炼，有朝一日必入仙魔海，寻父亲归来。好，好，英雄出少年。今天，本座便行掌教令，令夏雨峰、张红守昆仑山门100年。玄玉真人管教不严，给予警告，若再犯，革通天峰剑主之位。从今往后，不管是谁敢辱剑仙，皆严惩不贷，可有异议？无异议。另外，以后长青和子勋在我昆仑资源无尽，
昆仑仙术道法，尽可参悟。昆仑仙法，尽可参悟。都退下吧。长青、子勋，记住，唯有强大，方可快意恩仇，不为世事所困。是。没吃饭吗？一起上！行了。那徐长卿不仅没被罚，还被特许可修我昆仑一切道法。师傅，这是何道理？是啊，我们想修一门都不得，真是。你们在干嘛？陪我继续练。不练了，大师兄放过我们吧。不练就滚蛋。师傅，若有机缘，弟子亦可修炼成仙。凭什么是那废物般的徐长卿？弟子不服！不服又如何？我告诉你，若你真的不服，就在仙剑大会，光明正大的赢了那个小子，出了这口恶气。对，仙剑大会。我昆仑仙剑大会，只比道法神通，不可动用宝器，更别说地兵了。好，我就再等2个月。徐长卿，还有，叫他们今后也收敛点儿，没长教的脸，本座也保不住。没用的，今天就算是长青哥哥，我也不会让你。哼，你以为你还能赢我？哥哥，我先到。唉，耶！不知道大爷爷他们看到这么多零食，会高兴成什么样子？他们好像瞧不起这些零食，甚至也瞧不起剑士。嗯，反正子勋都喜欢，而且这次多亏青衣姐姐报信呢。哎呀，长青哥哥，我已经进丹后期境了，还敢摸我的头？我们才来4个月，你这修炼速度也太快了吧？那是，我可是先天道体，哥哥也要加油啊！我绝不会给父亲丢脸，等我修成剑仙，便入仙魔海，找到所有人。子勋也是。子勋，看来你在飘雪真人那儿学的道法不错，那么哥哥也传你一篇道法吧，这可是青帝的地术。平魔门。当然了，聚灵碑之事，还是不要告诉子勋妹妹，以免她惹上麻烦。青羽，长青哥哥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子勋放心吧。若是哥哥想干什么坏事，青羽姐姐直接去雪月峰找我。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没什么，我走啦。替我谢谢飘雪真人的灵翠。
这些灵粹足以让我冲击巨灵境了。之前只有4个，如今又多了2个。看来凝聚9个英灵，使用9种地术不是虚言。那是自然，只是你现在炼化这些灵粹也需要小半夜。这不是问题。公子，心神为引，血脉为基，灵气为辅，凝我仙灵。 1个月了，未动一步。刚才听到异响，没想到是公子在聚灵。无知血脉真灵，尽数激发出来吧！难道是有合道期的修士在冲关，引来了天地异象？瞧那气旋的下方，似乎对应着缥缈峰啊！昆仑除你我几位，还有合道期？此等异象，哪位隐士前辈在渡劫？不是那么简单。 怎么凝聚出了一个莲台？你看那个，这是一面天碑。还记得3000年前沧海剑门宗主风无忌发现了天碑吗？哼，3000年前的事，谁知道？不过，这天碑内蕴世界，地碑弥漫。 钟声，这般气势，是？ 哪尊古帝呀？这是吾是谁？吾在何方？啊！我凝聚的心灵居然是混沌巨灵碑，这是苍梧帝尊，他居然从天碑内走出，那地碑。 简直如古帝临尘，是因为异象出现，引来了天地之力加持，才让地威也跟随显化了吗？苍梧帝尊，是啊，吾为苍梧帝尊，曾无敌于天下。啊，这是混元巨灵碑，在趁机牵引苍梧帝尊散落天地间的残灵。苍梧帝尊，
就是那手持混元钟，号称人皇的古帝。人中之皇，手持混元钟，也称人皇钟。当年他力压朱棣后，又被称为帝尊。这上古帝尊怎么会出现于此？难道这预示着什么？莫要瞧他的眸子！这是谭元古帝，他也出来了。吾乃谭元古帝。这是……看来是时候出关了。究竟为何上古帝尊接连出现？你们也都感受到了吧？古帝竟接连出现，太不对劲了。这是虚空大帝宇无航。这是青莲帝尊。吾乃青帝，映照九天，谁与争锋？青莲帝尊不是在9000年前镇压苍月魔主时已经身陨了吗？太奇怪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昆仑之祖，白帝啊！昆仑第768代掌教，天鼎见过古祖。昆仑弟子拜见古祖。老祖临尘呐，定是预示我们仙门要兴啊！没有想到，我这天杯第5个古帝是昆仑的白帝。只是第6个古帝会是谁呢？啊，不好！我的神魂之力快支撑不住了，得赶紧凝聚心灵。老祖，敢问您而今显灵，是否有什么指示？望老祖降诏。为何这些古帝皆毫无反应？像是残影，又像真实。奇怪。无知仙灵，走！
混沌聚灵碑，还是不敢相信，这就是我的仙灵。啊！天碑消失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祖呢？老祖还没降诏呢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啊！刚才本座以元神感应，想要寻觅些蛛丝马迹，可惜毫无所获。唉，这天碑威势滔天，若是能留在昆仑，何愁不镇压魔门？哎呀，太可惜了。诸位，今天朱棣显灵，威震九州，想来是预示着我仙门大兴。尔等需指导弟子好好修炼。掌教真人放心。帝人是长青公子，公子。唉，这次凝聚仙灵，损耗了太多的精气和神魂之力，得先巩固根基才是。青莲地诀。这牵引之力比之前快了10倍，凝聚仙灵后果然不一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多少来多少吧。哎，还记得吗？2个月前突现异象，古祖白帝也显灵了。据说九州仙门都好奇此事啊。嘿，3天后的仙剑大会开始，此事正好为我昆仑长长威风。天鼎，快出来迎接我呀！我是南海剑宗宗主寻风真人，你们天鼎掌教呢？哦，掌教已在大殿等候多时。哈哈哈哈！原来如此，这老小子，我来了。感谢各位仙家道友赏面，今日共聚昆仑。3天后，仙剑大会正式开启，冠军可获得我昆仑之宝，以奖励后进小辈。好啊！此外，想必各位也有所耳闻，2个月前，昆仑异象，天碑现世，古地临尘。不知道友们如何看待此事啊？天碑现世，古地临尘，自是吉兆。这是当时万象镜所记录下来的画面，诸位一同观摩，能否看出预示？如此地位，要是坐镇我仙门该多好！诸位不必唏嘘，自古邪不胜正。本座相信，只要我九州7大仙门和各古族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驱除魔门，还我九州一个朗朗乾坤。天鼎掌教说的是，古之大贤已经付出太多了，我辈当自强。道友所言甚是。唏嘘感叹只是一时，诸位道友，此次异象，可让你们想到些什么？
此次异象，可让你们想到些什么？古之大贤显灵，是否是提示我们将和魔门有一场生死对决，得做好应战准备？生死对决？我仙门在28年前就遭重创。诸位道友，莫要忘记天碑谶言：武灵聚，魔星灭。对呀，忘了这茬了。如今我们已汇集4个先天道体了，天鼎、昆仑这2个怎么样？禅渊身具药经先天道体，拜入本座门下9年，而今已迈入了反虚之境，乃我昆仑年轻一辈第一人。此时他大抵也要出关了。我记得他今年才20余岁吧？仙门之幸，可喜可贺呀！另外一个先天道体，便是天歌剑仙之女木子薰。她此时方才16岁半，却已是金丹后期，要冲击化神境了。啊，才16岁半就冲击化神境了？哎呦，老小子，你这是走什么大运了？据说沧海剑门的2个先天道体也已迈入了反虚境，只可惜沧海剑门在极北之地，旁边的仙魔海又不安分，这次没能来。哦，对了，听闻太白剑仙收了紫川剑仙的儿子为徒，却不知这孩子如今修为怎样。长青这孩子极为努力，有大毅力，未来的成就定然不会差。哎呀，天鼎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吞吞吐吐的？长青身体异于常人，目前尚在聚灵境，不过本座相信，假以时日，他绝不弱于人。聚灵境？这剑仙之子怎么才聚灵境啊？和各派的天才相比，差距不小啊。哼，什么聚灵境？还是炼气境罢了，哪怕天天给他喝灵液玉露也没用。什么？只有炼气境？唉，这剑仙之子当为人中之龙才是，怎么会？是不是误会？通天峰弟子皆如此般目无尊长。张红，你竟敢在这非裔剑仙之子、执剑长老的继承人，目无尊长的家伙！本座罚你去后山剑冢思过3年，滚！是。这通天峰剑主乃是昆仑禁地，普通弟子巴不得入内，这玄域。难道是故意报天鼎师兄，罚他一子之仇？小辈的一时快语罢了，诸位道友无需放在心上。哎，说起来，当年长青随他爷爷去我神农坞时，还是个小毛孩子呢。没想到这孩子天生丹田如渊的体质问题依然没解决。哎，怪不得，可惜了。诸位，不说这些了。3天后，可要叫你们的高徒好好努力了，勇夺奖励，展现风采。如今天色已晚，诸位道友请入我昆仑迎客峰，暂且歇息吧。多谢掌教真人款待，我等叨扰吧。没醉，没醉。老夫还能再喝。天鼎，继续来喝呀！无双，拿我的酒葫芦来。
特制的无双醒酒丸，8倍药量，保证药到酒醒。傻丫头，乱配药，茅房，哎呦！对不起嘛，爷爷。不过还是很有效果的，对不对？爷爷，我听说那徐长卿……别说他了，方才还说他体质问题还未解决。不过，若等他爆发之时，想来也是极为恐怖的吧。只是不知这一天要等多久。白白浪费了我们一株圣药。你还知道？不知道是哪个小妮子偷我族圣药来给他的哦。你呀你，当时若非我及时赶到，你就被我族的圣兽一巴掌拍成肉泥了。爷爷，你还记得呀？好想早点见到那家伙。哼，那是。爷爷，葫芦里也有。你个傻丫头！耶！欢迎各位道友来昆仑参与此次仙剑大会，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。好！接下来由我昆仑藏经阁阁主商坤主持仙剑大会。各位道友好，我是商坤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大家看，现在是哪位道友朝我们飞来？哎呀呀，她便是九州奇才、先天道体、沐天阁剑仙之女沐子薰呐！哇，好美也太漂亮了吧！拜见师尊。是那个人的妹妹。青侯兄果然气势非凡，星云别忘记昨夜之约呀。忘不了。青侯兄年纪轻轻就已是金丹后期境，此次仙剑大会还请多多关照啊。不错，青侯兄的金翅大鹏仙灵神通超然，冠绝当代昆仑呐！诸位道友，抬举了，抬举了，干！干！青侯兄这是？吾虽略有天资，但前有大师兄禅渊，后有那沐子薰，更可气的是，连那废物般的徐长卿也能得到万般呵护。哎，真不公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这家伙的父亲乃是剑仙，我昆仑有规矩。不可妄议他的是非，岂有此理！侯哥，你说怎么做？我们听你的。仙剑大会，
要是在九州仙门面前被揭了底，看他还怎么有脸待在昆仑。青侯兄放心，明白。诸位有心了，来，干！嘿嘿，来了，本天才驾到！是段剑一，太虚峰子健真人大弟子，剑术造诣极高，被称为昆仑年轻辈第一剑。啊，这位小哥，说谁第一剑呢？你才是第一剑！剑佩太重，这会脱手的，不用借我。玄玉真人和子健真人的大弟子都到位了，接下来是谁呢？好雄厚的气息！禅渊师兄，要晶到体，还好不用和他比试。这昆仑弟子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哈哈哈！禅渊，难得你出关，来为师这边。弟子禅渊，拜见师尊。不愧为先天道体，这般风姿，天顶，你昆仑后继有人了呀！掌教真人得意高徒，果然不一般呐！既然人已到齐，我宣布，大会。徐长卿难道不参加仙剑大会了？对呀，徐长卿呢？诸位不要误会，历次仙剑大会，昆仑各峰都有名额，各峰大弟子直接入决赛。直接进入决赛和各派的天之骄子对决吗？哼，他只会输得更惨而已。诸位，我九州仙门12年一次的仙剑大会就此开启。但凡是闯入前10名的弟子，皆可入我昆仑神虚秘境。夺得冠位者，可获得我昆仑的仙石琼叶一瓶。啊，仙石琼叶啊！传闻仙石琼叶冲击化神境，将使人元神无垢无瑕，从而铸就无瑕元神，一同境界中无敌。或许对哥哥很有用。请各派参赛的天才开始抽签，进入排位战。会比开始。会比开始。仙剑大会已经开始，公子怎么还在闭关？
再等等看吧。虚空地术，玄妙无比，若能掌控，必能助我一臂之力。天地无极，万灵万法，尽纳虚空，身似虚空，执掌乾坤。太慢了！第3擂台，云雾仙岛凌云海胜。哼，这家伙还有点东西。前10名额又少了一个，哥哥。1瞬13剑，这大哥速度可以啊！小子轩，又在想你哥哥呢。放心，他肯定会来的。前10确定后再不出战，就要被取消资格了。公子，不在。青羽，你唤我何事？公子，仙剑大会10名排位出来前，您再不赴会，可被视为退赛了。没有想到这次参悟用了这么久。青羽，引路。南宫腾胜！可恶，侵占了这么久，若是败了，不行。如之仙雷，风云剑。以我仙灵明天地风云，不尽风云，尽家无身。对，这才不愧为金丹期修士。天雷斩！先手，云海怒卷！天雷化刃，湮灭山河！星元兄，这是走到头了。飓风斩，剑裂乾坤！这是谁胜谁败？裴天雷违规使用法器，第7擂台李行云胜。恭喜云雾仙岛的李行云闯入前10，获得最后一个进入昆仑神虚历练的资格。诸位稍事歇息，接下来便将进行最后的排位挑战赛。若能夺冠者，可得我昆仑仙石琼叶一瓶。不错不错，这一次仙剑大会，各派的弟子表现的都很好。
掌教真人，如今前10已出，马上就开启冠位争夺赛了，可那徐长卿还没有来。刚才那位弟子天赋不错，不错。无需着急，不还有几刻钟吗？老夫这也是为他好，毕竟仙术无眼呢。哼，徐长卿的地剑确实不错，但大会规定不得动用法器神兵，长卿师弟难呐。这么一说还真是，青侯还真是体谅师弟呀。你们，各位久等了。各位久等了。哥哥，这臭小子！各位久等了。哼，这家伙就是徐长卿，很一般嘛。果然若青狐兄所言，废物一般。长卿哥哥终于来了。这小子6年不见，都长那么大了吗？长卿这是要凌空漫步？这是干嘛？想摔死？凌空漫步，至少要金丹期啊！他这个样子，脚下生莲。这徐长卿步步生莲，扎实浑厚，不太像青侯师兄说的废物啊。这家伙看起来很不错嘛。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脚踏虚空，步步生莲，青莲凝而不散，不错不错。天鼎，你实习已藏，还说什么修为低？我看好得很嘛。掌教真人，这是欲扬先抑，欲保先贬呐！啊！本座也是留点悬念。等着。缥缈峰弟子徐长卿见过掌教真人，见过诸位前辈。长卿，夺冠之战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为何姗姗来迟啊？弟子正在闭关参悟道法，让诸位前辈久等，实属不该，还望诸位前辈见谅。好小子，来得正好。长卿，可还认得老夫啊？神农悟的百里爷爷。亏你这小子还记得老夫，不枉老夫当年疼你一场。怎么会？长卿永记于心。臭小子，那我呢？有些熟悉。喂，臭小子，才几年不见，就把你无双姐姐忘记了？没有良心的家伙！想起来了，无双妹妹。是姐姐，我可比你大半岁。好，姐姐。哥哥，
子轩，嘿嘿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哥哥已经聚灵9重境了。太好了，哥哥真棒！可以啊，进步够快的。废物！聚灵9重，还是低了点儿。还真给他修炼成了。好，好，能提升修为就是好事。聚灵9重，不愧是子川的儿子。长青，现在前10名额已定，修为最低也是金丹初期，而且此次大会不可动用神兵宝器，你可还敢参加呀？长青身为缥缈峰弟子，自当代表缥缈峰参赛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有此信心，那么你便去准备吧。不过，要量力而为，别受伤了。是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还凌空漫步搞出场阵容。哼，我就当所有人的面，把你狠狠踩在脚下。哥哥加油！打不过，妹妹来帮你。这家伙有了妹妹就忘了姐姐，看老娘不好好教训你！长青加油！妹妹要是打不过，姐姐来帮你。冠位争夺战即将开始，请待战天才们速速入场。老夫要好好一睹后辈风姿了。这3人，来者不善。我要夺得冠位，为哥哥您迎来先师琼叶。子勋妹妹，你也莫要大意哦，说不定最后是哥哥夺下冠位呢。哦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臭小子，加油哦！好，我宣布，冠位争夺战开始。好，我宣布，冠位争夺战开始。规则很简单，排位低的人挑战排位高的人，若是挑战成功，就可以顶替其排位，但若是失败，便将失去继续挑战的资格。这10位各派天才暂时定为前10，他们分别是云雾仙岛凌云海、云雾仙岛李行云、南海剑宗宁千尘、南海剑宗南宫腾、神农雾百里无双、昆仑通天峰夏青侯、太虚峰段剑一、雪月峰莫千雪、雪月峰穆子勋，以及缥缈峰许长青。如此，诸位开始选择挑战的对象吧。我挑战徐长青。哎呀，是第10名的李行云，他要直接挑战徐长青。青侯师兄和徐长青有旧缘，只要打败徐长青，我便记一功。之后进入神虚境地，他可得关照我。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很容易打败。你要挑战我？你可想好了？那就跟上来吧。不错，有勇气。敢问，云雾仙岛李行云，年过20，金丹初期，仙灵为风云剑。昆仑弟子徐长青，17岁，青帝后裔，聚灵9重。剑仙传人，风云剑，请赐教。还是个急性子。
这仙灵倒是有点意思。我这风云剑仙灵天生自带风云属性，可牵引风云之力加诸于身，风云为剑，剑化风云，以无仙灵，因风云之力加诸无身。气势倒是不小。宁我仙兽，云海怒卷，淹没八荒，风云化剑，裂天断脉。李行云这一击已有金丹初级之威，我看你如何抵挡。云海可攻可守，风云剑更是变幻无穷，佩服。接下来看我的混元手吞天之渊。天地万灵，尽纳无冤。长青小子这一招是何路数啊？能吸收天地灵气。我的仙灵之力在不断被他吸收，区灵气，不可能，仙气，对，你一定是用了仙气。此乃我所修道法混元手，可吞天地万灵，怎么成了仙气？莫非你们元雾仙岛输不起？不可能，就算是神通，想要这么轻易吞掉我的云海风剑，至少得金丹后期。徐长青，你若是打不过人认输便是，如今却要耍诈，岂不叫人笑话？真是给九州第一仙门丢脸啊！诸位，此次对决，本座与各派真人皆在关注。方才并没有发现宝器的气息。啊，这……天顶真人所言不虚，星云虽是我云雾仙岛弟子，但也要尊重事实。这孩子天生丹田如渊，能修得这般神通，倒也是理所应当。竟让他修成了此般道法神通。长青哥哥，您这的神通倒是蛮厉害的样子呀！臭小子还有点本事吗？此场战斗继续，众真人会继续督战，若有违规，绝不姑息。就算是神通又如何？我是金丹期修士，神魂之力亦是你的数10倍，又岂是你所能够堪比得了的？无身为基，以无仙灵为引，天地风云，强加无身。宁我仙术，飓风破法，剑裂乾坤。
混元首不尽之冤，给我吞！徐长卿，胜不了我的风云剑御风斩！给我练！你这一击确实很强，明我仙灵之力。怎么可能？这是镇元之力吗？血灵境怎么可能会有？世间天交几何，又岂是你所能揣测的？进动！赤风九龙，席卷八荒！这小子强行施展真派仙术飓风九龙，要损其丹元，是两伤之法呀！李星云绝不会败给你！九龙拳斩！这么久的修炼，应当能初步掌控那股力量了。既然你竭力出手，那便让你看看我青莲地术之威。万古青莲遁虚空，吞尽天地日月星，莲中孕育青莲剑，覆灭万者山与河。青莲地术，才聚灵境便能施展地术吗？啊，这徐长卿究竟如何做到的？啊，无法牵引天地风云之力了。青莲吞天！他那青莲又在吞噬我的仙灵之力了。绝不能败！斩我丹元！领取飓风九剑，斩天裂地！青莲化剑，覆灭山河！无人说，无人说。我宣布，此次挑战赛，昆仑弟子徐长卿胜。太棒了！这李星云，好歹是金丹级。逆而伐上，越级败敌。长青小子进步真快呀！长青师弟的确非凡。你长青师弟丹田如渊，不可揣测。往后若你执掌昆仑，他为执剑长老，你二人护卫臂膀，我昆仑可兴啊！越来越有趣了。哥，你真厉害，居然把我族地术修炼到这般地步。哼，那是，
哥哥可是剑仙之子，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了。才不是呢！就算哥哥比我强，也是我保护哥哥。哎呀，你们兄妹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兄妹情深吗？嘿，无双妹妹，你也来恭喜我进步神速啊！哎，是姐姐，姐姐。嗯，哼，你吃了我家那么多宝药，这才聚灵境，还好意思说神速？诸位，挑战赛继续。既然无人挑战，不如我们前10相互决个胜负。好，我宣布，前10互选赛开始。我宣布，前10互选赛开始。我就选你了。你不是1瞬13剑吗？来比比谁更快呀？哼！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是不是怕了？嘿嘿，你肯定怕了，对不对？怕什么怕？小屁孩，比就比！哈哈哈哈！蠢货！吾乃南海剑宗弟子南宫腾，凝聚朱雀仙灵。听闻青侯兄的金翅大鹏仙灵血脉繁佐，斗胆请教一番。既然道友相邀，请。听说贵族仙术举世无双，不知可否有幸一睹啊？无妨无妨，请。让子勋妹妹再休息一场吧。我们也去切磋一番，如何？好。这南海剑宗当代第1天才，为何像是怯战一般？不是那么简单。昆仑弟子徐长卿，17岁，聚灵9重。南海剑宗弟子宁天辰，18岁，金丹后期。天人兄无需顾忌，既然是切磋，你我便放手一战。我也会点到为止。那好，宁我仙灵，雷翼兽。这小家伙看起来柔弱，仙灵却刚劲啊！我要出手了，来吧！天雷掌！仙术天罡36剑，
会元首。接下来便看我的了，青莲地术。青莲化剑，青莲剑雨，雷化盾，握周身。雷之盾，着实不错。那么便试试我最强的一剑，以我青莲剑斩断山与河。青莲化剑，内蕴地威，这是将地术修炼到了小成之境的征兆啊！要不就到这儿了，你投了吧。这场战斗，长青小子要输了。啊，掌教，眼下明明长青占优势啊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，雷王！雷王！什么时候？以无仙灵为引，凝九天神雷，诸天大势，剑家无身，凝无雷剑，诛邪破法。长青小子还是轻敌了。如此阵力，果然人不可貌相。长青小子一开始就掉以轻心，殊不知这天辰认真战斗，便像换了个人。你的地术的确很强，不知可敢试试我南海剑宗的九天御雷术？可恶！长青能走到这一步，
已是难得了。让他认输吧，免得伤了根基。长青师弟，现在你可要败了！天雷剑。天辰的确是当世人杰，长青才巨灵境，让他应付这般神通道法，也是难为他了。是胜是败，由我自己来定。九天神雷，覆灭乾坤。长青那边好像打得挺激烈的呀，不知道谁胜谁负。机会！嘿，长青，不可分心啊！南海剑宗的雷法，莫非徐长青已经……你的确很强，可惜你遇到的是我徐长青。混沌观想法，青帝法身，给我现起！这是什么？我玄天遁！哥哥，青帝法身！天哪，这是青帝！上古第一帝竟然被他召唤出来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长青居然召唤出了青帝法身。传说，一些古族的后人若血脉返祖，就能够召唤古族法身，但在巨灵境做到的，千古无二啊！我仙门可兴了。能见识如此道法，我宁天辰心服口服。天辰师兄道法超凡，实力惊人，承让了。我宣布，第5擂台昆仑弟子徐长青胜。哇！好啊！太好了！耶！凝聚出古帝法身，却损耗了大量的神魂精气。唉，还有2轮。第2擂台昆仑弟子夏青侯胜。九天之爪！昆仑弟子夏青侯胜。
还以为你就那点本事。侥幸得胜，多谢师兄关心。方才青侯兄那招求天之爪和羽翼化剑，实乃霸道。哼，过奖了。你我仙术，紫气东来3000里。你我仙术，天命归虚。小丫头没事吧？天命玄手印。我宣布，第4擂台神农武弟子百里无双胜，晋级前5。可以啊，百里老头，孙女儿这么厉害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传说百里氏的天命仙灵修到极致，可助修士瞬移乃至穿梭虚空，是我大意了，千雪自愧不如。莫师妹意识不凡，可以啊，弟弟，还以为你止步识强了，没想到能耐还挺大，不准你打我的长青哥哥。这不是不想拖后腿吗？再说，能耐再大，也不能忘记无双姐昔日赠药之情啊。亏你小子还记着，当初可是说过要100倍报答我的。若是偿还不了，不如以身相许，把你自己嫁给姐姐我了。长青哥哥才不会答应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自然说到做到。哥哥，什么情况啊？都结束了，难道就只剩我一个人了？没意思，吵死了！再对决呢，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比剑术啊，速度挺快的，一瞬10余剑了。一瞬，你见过15剑吗？18剑呢？24剑呢？36剑呢？认输。昆仑弟子段剑一胜。太好喽，结束喽！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神魂之力略损，休整便。还有2场，长青，要不……我不可中途放弃，只有进入昆仑神虚，取得不老神拳，才能让爷爷复生。无双姐姐，子勋，你确定吗？
那你小心。时不我待，大家已休整片刻，不如开始下一轮角逐。我选夏青侯师兄，可敢一战？子勋，可。子勋啊，小子轩，怎么没选和我玩啊？走，姐姐陪你玩一玩。依规则，徐长卿轮空，留待角逐冠位。我知道你是何意，让那家伙多休息会儿，待会儿一并把他打败。那就多谢师兄成全。这到我了，玄武仙灵金翅大鹏。仙灵上古青鸾。以无道体，凝天地木精之气。好，让我见识这先天道体的厉害之处吧！金翅大鹏，3000剑雨，覆灭八荒。以我仙灵，应天地之势，青鸾化玉。流星剑雨，冰封天下。不愧为先天道体，居然可以借天地之势凝聚玉场，利用玉场提高法术威力。哼，也试试我的玉场，金翅大鹏，求天之玉。好重的压力。子勋，好！玄玉真人，你这大弟子天资不错呀。不错，不但把你们的求天之爪修炼至大成，还凝聚了玉场。如此天资，放眼九州仙门也是位列前茅了。青侯这孩子从小就努力，天赋异可，能有这般成就，老夫也甚感欣慰。只是可惜，我通天峰庙小，不能助他更进一步啊。接下来可要认真了，人我仙术，大鹏法身，3000剑雨，覆灭八荒，去！
小看我了。以无道体为基，血脉为引，引我青莲地术。青莲，给我吞！连我的玉掌真元都可以吞，即使你是先天道体，也难9成地术。青莲地术，青莲运地剑。剑如流星，覆灭八荒，冰封万灵。可恶！子勋这丫头，的确天资不凡，还未17就能把地术和道法融合至此。道体地术相合得当，天才。这丫头倒是厉害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仙灵容身，剑意化遁，误我周身。子勋胜了，这才到哪儿呢？那个家伙是个怪物。这小子被冰封了。天才，我看不过如此。那是琉璃金身。琉璃金身，我夏青侯，剑心不灭，无意长存。无之意便是剑，无之念便为法。以我意志，引无天之剑，意念化形，万剑无天。那是剑意化形，是个天才。此子若好好修炼，假以时日，或可成为剑仙。子勋，青莲地术吞，飘雪剑术，冰封天地。以无为剑，万道万法，给我击破！
青莲地术。强催地术妇女顽抗，不如认输投降，我好去解决你那废物哥哥。子勋，不行！这样过度催动地术的话，我要求终止比赛。师兄，他们对决的不是道法，而是执念。发出真正不甘的体语，那是尘封的剑在召唤，只换来剑照亮了天地风，是战斗的序曲，承载着不朽的艰辛。既然你还不认输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无力还手还追击，你不是对决，你是取人性命。他不服输，便不停手。住手！师尊自会裁决。本座宣布，第一擂台昆仑弟子夏青侯胜。伤了神魂之力，我先带他去疗伤。徐长卿恢复好了，哼，不知他受的伤值不值得？第二擂台，神农雾百里无双胜。那小子说不打女子就投了。子勋呢？身受重伤，他师尊带走了。无双姐，这事儿让我亲自解决。都一个倔样，好吧。神农雾百里无双放弃冠位角逐，决赛徐长卿对夏青侯。挫他锐气，让他见识我们古族之力。正好省事了。徐长卿，这次对决不用手下留情，胜者得缥缈令，败者滚出昆仑。缥缈令，至强者方可得；太上忘情，最强者方可修。你不配。青侯这孩子，执念太深，纵他天赋异禀，以后如何斩去三师，正得人仙果位？唉，千百年来，我九州仙门的天之骄子，有如过江之鲫。可正得人仙果位的又有多少？这孩子嗔念太重啊！徐长卿，不打算说点遗言？少啰嗦！什么执剑长老之位，我才不稀罕。现在，本公子要用拳头告诉你，欺负我妹妹的代价。长青似乎并不畏惧，没关系嘛，掌教。但愿长青还能有什么未出的手段。仙剑大会决赛，缥缈峰徐长卿对战通天峰夏青侯，开始。
始！徐长卿啊，徐长卿，你莫真以为召唤古地法身就可以天下无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仙路浩瀚，道法无尽，你掌握的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。目光短浅，无药可救。胡言！我夏青侯不仗外物，便可碾压先天道体。你心胸狭隘，陷入魔障而不自知。区区巨灵境的废物，你敢教训我？你自傲的样子真让我作呕。执迷不悟。未曾想，这二人积怨已如此之深。一个是能召唤古地法身的千古奇才，一个是掌控无上剑意的天之骄子。哼，有趣。长青，加油！你直接召唤古地法身吧，不然等我出手，你就没机会了。哼，可笑！宁我青莲地术。宁我仙灵，金翅大鹏。又是这招，3000剑雨，剑赴天穹。青莲之渊，吞尽天地日月星。想吞我，剑意化形，给我破！有几分气势，虽然没失控，但以无身为基，以地术为引，无尽之渊，吞天纳地。这臭小子又在搞什么鬼？什么？我体内的真元在流逝。刚才木子轩施展这招时，没有如此可怕呀。徐长卿不简单呐，竟然想到这样的招式。这孩子真是要苦尽甘来了呀！将青莲地术和丹田之渊柔合使用。仙道如海，道法莫测，能识得，还算你有慧根。有点样子，不过我才是昆仑第一剑修，以我扶天之剑，3000金鹏，破尽万法。
青莲剑，青莲剑，剑斩八荒，覆灭山河。这小子也开始触及了剑道真意。英雄出少年呐，此番交锋，孰强孰弱？战平。不管孰强孰弱，放眼九州仙门，这两人都是当代人杰。竟然战平！徐长卿，接下来便让你看看我求天之术和无上剑意相融的恐怖力量。这招是仙灵为基，意志为引，引我道法，求天之爪。当初玄玉真人的招式。在这求天之域内，重力骤增，且难以牵引天地之力，你如何胜我？天剑雨，上！你我青莲地术。徐长卿，没机会了。求天之域的确很强，不过想胜我没那么容易。混沌观想法，古地法身，现！青帝法身了，青帝法身终于来了。我之剑意可伏天诛神，不过一个法身而已。去！
帝之威，无以领教。徐长卿，接下来让你看看我的手段。由仙灵血脉引我大鹏真身，现！法身求天地之力，无天之剑。由大鹏金身，无天诛神。宁我地剑，剑斩八荒。天之剑，上！啊，这好可怕的气势，完全达到了化神期的气势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，当世人杰啊！长期小心！长青召唤出的古地法身，似乎虚而不实了。召唤古地法身，极其消耗神魂。以长青的修为，能坚持这么久，也是极为难得了。青侯这孩子修成了琉璃金身，竟然抵挡下了剑气风暴，优势尽显。可惜啊，长青的修为还是弱了些，神魂之力不足以维持古地法身持续作战。哼，徐长青自身不行，就算能召唤古地法身，那又如何？废物！终究是废物。夏青侯，刚才我不过是在热身罢了。以我心神为引，起我仙灵。以我心神为引，起我仙灵。好，徐长青，我今天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以无血脉为引，恭请古族英灵降临于世。让我大鹏真血聚我古族法身。他竟也能召唤古族法身，看来你昆仑又要出一个无敌剑仙了呀！你在召唤本座，昆
昆仑金翅大鹏一脉第978代孙夏清侯，恭请老祖助弟子一战。你既能唤出本座，吾自会助你。吾为彭祖，你为哪尊古帝？不对，你虽为帝身，却只有帝威，没有帝魂，焉能与本座争锋？原来是没有帝魂的法身，哼！徐长卿，认输吧。哼，就你也想让我认输，简直是笑话！而且我何时说过，这是我召唤的古帝法身？那只是我的神通道法。什么？只是道法？怎么可能？夏清侯，今天便让你见识见识。哦，徐长卿这是仙灵，仙界大会。长卿还未召唤过仙灵。之仙灵混沌巨灵杯现！天杯啊，这天杯就是万象镜里看到的。都说这天杯是天地异象，眼下又成了长青的仙灵。这面天杯怎么会出现在这小子身上？这么看来，那些古帝这天杯怎么会在你手中？我的仙灵在我手中，有何奇怪的？混沌巨灵杯，古帝法身现！吾为苍梧帝尊，曾经无敌于天下。这是那天出现的古帝啊！这天杯和那天的是同一面。徐长卿居然掌控了这等至宝。上古时期，无敌的苍梧帝尊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
青帝呀！吾为青帝，照应九天，谁与争锋？这些法身都拥有阴魂。吾为潭渊谷地，吾为虚空大帝。吾为白帝。昆仑弟子见过白帝。5个谷地，怎么可能？你这天碑一定是你父亲的，是不是？一定是，不然你怎能召唤5个谷地法身？仙道如海，你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又怎知仙海之浩瀚？以我仙灵，名我仙术，苍无地数，混沌中抵挡乾坤。老祖护我！大鹏金神罩。无需担心，本座的金神罩防御无敌，同级当中无人可破。这少年连金丹都没有凝聚，他的谷地法身多半也只是徒有地威，战力不存。老祖说的对，召唤谷地也将对应修为。这徐长卿不过巨灵境，他召唤的谷地能有多强？什么？这力量完全达到了神游境修士巅峰。退！不愧是谷地，还没有直接出手就破了彭祖的金身光罩。若他全力出手，那该多么恐怖啊！残灵法身，本座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战力。引我仙术，九天之爪。九天之具，三支羽箭，大鹏伏龙，杀！就是这种潭渊鬼帝谋划天渊，以我天渊吞天纳地。
威震一个时代的仙术求天之爪，就这么瞬间被破了。奇怪，为何有种道法相连之感？啊，师尊，我没事。好可怕的罡风！不行，大鹏展翅，扶摇千里。虚空大手印，啊！留我琉璃金身！老祖！啊！以我无上剑意，迎伏天之剑。不，师父救我！我千火图，够了！师父，我……你已经表现得够好了，休息吧。夏青侯也是尽力了，诸般地术汇集一身，长青前途无量啊！这等手段，震古烁今，这小子倒是个万古奇才呀！本座宣布，此次仙剑大会，我昆仑弟子徐长卿力压群雄，勇夺第一。轩儿，哥哥为你报仇了。爷爷，父亲，我终于做到了。气血攻心，无大碍。张教，长青没给无涯师父丢脸。嗯。缥缈令你收好，你当之无愧。这仙石琼液可助人巩固心神，冲击化神境，也可疗伤。留着给子勋。本座宣布，此次仙剑大会圆满结束。闯入前10者，3天后皆可入我神虚禁地。望诸位勿要气馁，先到慢慢，厚积薄发，保持赤子之心，努力修炼。你这小子，遇到这么厉害的仙灵，居然不告诉我！低调低调。恭喜你啊！从今后，九州仙门年轻一代，你徐长卿登临绝顶。哎，仙路漫漫，不成仙正道，不敢松懈。好，身有无敌之资，却不骄不躁，难能可贵啊！若想斩去3师，正道成仙，切记道心通明，莫被贪嗔痴所困。小长青啊，都说你体质特殊，修为难进，在我看来，
进步神速嘛。修炼慢是因为所需资源是寻常弟子100倍。无妨，莫说100倍资源，便是1000倍资源，也当满足你。弟子谢过掌教真。小长青，好厉害啊！恭喜你啊！去你缥缈峰喝酒啊！你请。祝贺师弟。恭喜。各位，你们太热情了。还有更热情的呢！Go！ 长青公子，好厉害！青羽，你说给我庆祝，自己喝这么多，算怎么回事啊？我家公子，我高兴，我欢喜。天顶那老小子，还没2轮就被老夫喝趴下了。爷爷，你再喝，我就为你醒酒完了。百里爷爷200余岁，身子还是如此硬朗。那是，想当年你去我神农悟的时候，还是个小毛孩子呢。啊，这丫头啊，偷圣药给你，还说你是我神农悟的孙女婿，非你不要呢。爷爷，今天你要吃10倍醒酒丸。长青这小子，我从小就看好。长青能有今日，多亏当年无双姐姐和百里爷爷不惜给予长青服下大量圣药，方才打下了坚实的根基。你这家伙，亏得你还记得姐姐的好。只是不知子勋如何，爷爷的神魂也……子勋丫头没事儿，天顶老小子把他珍藏的一瓶仙石琼液给小丫头了，把她心疼的哟。子勋妹妹2日后可醒来，我们可以一起进神虚的。我定要为爷爷取来不老神拳。姐姐会全力助你的，九山爷爷一定能复活。哟，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？当然，都是坏蛋，侮辱公子，骂公子为野种。混账！这玄玉老儿说的什么意思？哎，青羽，对，坏蛋，坏蛋，欺负我们家公子。青羽，你醉了。谁说我醉了？我没醉，没醉。长青，自古英雄多磨难，有些事情过去了便过去了。孩子，你要记住啊，记住那什么。长青，若你在昆仑待的不愉快，可去我神农悟散散心，别的没有，圣药可是9州第一哦。谢过姐姐和百里爷爷了。长青公子，长青，姐姐和你饮一杯吧。长青，再和姐姐饮一杯吧。不行，公子，3天后进入神虚，不可迟到。
改日再喝吧。这些药材你先拿去，我先扶爷爷去休息。如此，长青便却之不恭了。可恶！这徐长卿居然下此狠手，差点废了青侯的精神。谁曾想，那天碑是他凝聚的仙灵，一人独掌数种地术。青侯遇到他，运气真是不好啊！唉，一个巨灵境，怎能有如此可怕的仙灵？老夫曾听闻徐子川曾在无尽之海获得一面混元镜，依我看，这天碑应该是徐子川所赠。不管怎样，徐长卿如今已是力压同代的盖世人杰，我们就算再不甘，也无济于事。弟子不甘心。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要铸就仙旗。啊？你是说？不可！那里是封印禁地，镇压大凶，危险至极。封主，距离那场大战早已过去了近万载，想来那大凶已近乎磨灭，不如……不行，还是太危险。不然为何每300年，我们还要去神虚加固镇压大凶之封印？不行不行！老夫觉得不妨一试。封主有启境名牌，再多派些人手，同青侯一起去仙池。传说神虚中有可助人铸就仙机的仙池，是真的。此战乃青侯一生之耻辱，不报此仇，青侯死不瞑目。望师尊成全。封主，去吧，活着回来。第8魔将姬九龄见过副公主，不知副公主有何吩咐？在2个月前，昆仑有天碑现世，古地显化，此事你可知晓？末将略知一二。今天我们在昆仑的人来报，那异象源自一个昆仑弟子。这弟子正是青帝后裔徐子川之子徐长卿。此人不可留。末将明白。慢，此次你们同行，方能成事。第7魔将葛天机拜见副公主。第6魔将余山拜见副公主。一个毛小子，何须3人？不，此次你们去昆仑，还要把那个叫穆子勋的丫头带回来。就是那位的女儿。那位正在闭关，她与仙门有些纠葛，不好处理。
请副公主放心，不可轻敌，以赴屋前之师，速战速决，免得惊动了沧海剑门的那几个老家伙。是。不愧为昆仑第一仙液，仅仅喝了一口，所损耗的精气就恢复了3成。混沌观想法，因我青莲地术。果然，神魂变强，凝聚出的地术威力也将倍增。这俨然是要凝聚金丹的趋势。若我迈入金丹境，就算不用混沌聚灵杯，也能上夏青侯的彭祖了。这些药材足够让我凝聚金丹了。无之心神，懂我心灵。这是天地灵气，马上就要进入神虚禁地了，希望公子能顺利突破。金丹成，青莲地诀，混沌之渊。公子，你一定可以的。青莲地诀牵引天地灵气的速度比之前快了数倍，金丹气果然不同。我一定要拿到不老神拳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迈入了金丹境了，恭喜公子，机缘又多了几分。哦，对了，神虚禁地开启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最近辛苦你了，若我在神虚获得大仙宝兵，一定给你带去。只希望公子能平安。徐师弟恢复的不错嘛。拜见掌门，各位真人，各位师兄师姐。人已到齐，开启神虚禁地吧。不急不急。妹妹呢？子虚，你没事了，太好了。哥哥，我喘不过气了。哥哥神通超然，一举夺冠，爷爷复活有希望了。是啊，哥哥一定会努力的。传说此处原是古昆仑所在，在一场关乎九州存亡的战斗中被毁成了遗迹，但依旧凶险异常，你还是要小心啊。不知无双姐此行可有什么目标？当然，入神虚，寻一件我族先辈遗留的地兵。那就祝我们都得偿所愿吧。这是神虚禁地的名牌，你们若想要出来，只需激发名牌当中的符文，
他就会把你们引入这神虚出口。禅渊，此次神虚之行，你可要保护好众多师兄弟。禁地已开，诸位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机缘吧。是。这是阴魂咆哮吗？好阴森啊！这看起来就是一片废墟啊。这里的确已经是废墟，不过当中还有我古昆仑残留下的不老神拳，也有古之大型的道法地兵。太好了，有大师兄，还有长青师弟，没什么好怕的了。此处本就是一个古战场，许多战魂汇集于此，成了怨灵，所以诸位切莫掉以轻心，众人合力，方才无碍。此番我来神虚境地，除了奉命庇护诸位周全外，亦是要去悟道山寻机缘。若诸位没有其他特定的去处，可以随我同行。我来就是要去悟道山寻机缘，不妨同行。我也一起。哼，来了禁地，自当借此磨砺己身，现在却畏首畏尾，还要护行。那我夏青侯就先行一步，替各位探探路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并不是怕死，是要团队协作。青侯师兄独自前行了，君子不入险境，他要一个人就随他。总觉得夏青侯一败后，有些不一样了。动身吧。我们三人别走散。嗯。山巅的那棵树好大呀，上面道纹弥漫，是什么树呀？悟道山上的悟道树。传说这悟道树内蕴万道万法，能吸收阴魂道法，藏纳天地灵兵。那些残留的地兵仙气，便都被悟道树所吸纳。走，去悟道山。诸位，不可冒进，小心为上。这是什么邪灵？
这古兽的气息达到了神游境，这古兽就由我来收拾。你要去，我们也去。这古兽凶险异常，你们第一次接触，没有经验，还是我来对付吧。您我仙灵，要见天伦。以我仙灵，凝天地之筋，隔断乾坤。去！没事了。耀星天伦，化虎万刃，切天断脉。那古兽没事，师兄，我来助你。别靠近，这古兽生前应该是准仙境的大妖，那骨骼已经接近仙气，刀剑难伤。你我金刚法身，大罗天域，般若八马轰！金刚大螺旋手印。禅渊师兄，不愧为反虚境强者。耶！咱们快出发吧，走。青莲地诀，万古青莲遁虚空。长青哥哥。一剑封天，这些枝条似乎无坚不摧。混账！3000剑雨，上！
是青侯师兄。碍事！这家伙，好多肉食，吃了它们，我要化形。好多肉食，吃了它们就能化形。我要化形。又来了！啊，不是说禁地里没有超过神游境的妖邪吗？冰封天下！风云剑，卷蛇卷，天雷剑，怎么会如此坚韧？我这可是河道期的灵力。这谁能对付他？让我来！青莲地剑，给我现！引我青莲地术，剑化万刃，覆灭八荒。地位是地兵，是地兵！他们怕地兵之威。阿弥陀佛。你没有树妖的气息了。这神虚禁地的确不容小觑，接下来我们可要小心了。诸位，神虚危险，还是莫要冒进的好。我们组成阵势，一起向着悟道山而去。是。我在前方，你们在后方。如此甚好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终于到了。多亏大师兄压阵。是他，青侯师兄，他一个人遁入了悟道术。要遁入悟道术，需用自己所掌控的道法，引起悟道术共鸣，便可入内。这得靠自己的悟性。
走，我们也去试试。悟道术还未认可我吗？根据禅渊师兄所言，我要让自己的道获得悟道术的认可。道法万千，我的道是什么呢？长青，修炼之路最重要的是道心。历久弥坚，一念山河碎，一念天地清。道随心起，一念便是道。长青哥哥，不要放弃，子轩相信你。哥哥年少时，世人皆称你为废物，可哥哥从未放弃自己，反而愈加努力。若人人皆有道，那么哥哥的道便是永不放弃。是青莲地术，无之意，可吞天，可纳地，以我青莲吞尽天地日月星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意念为道，地术为法，道法相融，是为神通。这便是无之道。上古仙术铸魂术，以元神为剑，剑为元神，铸就无敌剑魂。好一个以元神为剑，以剑为元神，便借此仙术冲击化神境。五之金丹出，金翅大鹏化神。无元神为引，融于剑中，助我魂剑，魂剑容易。化神境，魂剑成。从此以后，我夏青侯以元神为剑，以剑为元神，我就是剑。大罗千佛手，昆仑的上古仙术。啊！
昆仑上古仙器，金刚降龙杵和昆仑叶，连仙气都裂了。看来上古一战，当真是凶险异常。天数。这是我神农悟的仙剑七绝剑。承蒙先祖庇佑，赐我掌管仙剑。怎么这轮月亮给我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？这是我族青帝。这是谁？这就是上古时期昆仑的那场大战。无知寂灭天轮，为什么给我看这些？那女子又是谁？这是仙灵，唯一有青鸾为灵，怎么还能凝聚仙灵？苍月当空，万法归宗，寂灭天轮，覆灭乾坤。苍月当空，万法归宗，寂灭天轮，覆灭乾坤。爷爷！这法身到底是谁？苍月当空，万法归宗。苍月，不可能！没有想到，你此番观悟道法，不仅金丹修得圆满，就连混沌圣体都有所提升。前辈，别来无恙了。尚可，这悟道空间确实不错，
但只有掌控万道万法，你的混沌圣体才能大成。好，那便一鼓作气。不必，现在的你距离混沌圣体大成还太过遥远，无需刻意为之，只需循序渐进，提升修为即可。哦，前辈提醒的是我冒进了。此番修炼，他似乎移动之间，已经可牵引混沌之海的力量。啊！不灭金身诀，融天之术，琉璃金身，地术道法。这小子倒是万古奇才，神通道法有如百川归海，配合混沌圣体稍加修炼，必有大成。太上玄天剑，准仙气；离月钩，准仙气。啊！居然有一件仙气，金乌盾。青莲地剑，玄金软玉甲，再加这金乌盾，如今看来，你也就不缺仙气了。对呀，何况我还有半生之宝——混沌聚灵杯。若我迈入人仙境，想来可横推敌手。修炼一道，重在道心。望继续努力。该去找不老神拳了，不知其他人如何。长青弟弟，收获如何？得到了仙气，还可冲击化神境了。无双姐，你呢？蛮厉害的嘛。不过我也获得了我神农悟的祖传仙器七绝剑。恭喜无双姐，此后你定可重振神农悟之威。等你成为剑仙，咱们一起去仙魔海。这时又想起他哥哥身陷仙魔海的伤心事了。无双姐，你不必担心，到时我会保护好你。你保护我？小鬼头，老娘可是要修成剑仙，纵横九州的人物，姐姐保护你还差不多。子勋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。是不是没获得仙气？来，哥哥给你一件。不是的。子勋妹妹获得了仙气，为何这副神情？长青哥哥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一直在我身边吗？傻丫头，那是自然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努力修炼，等修成剑仙，就一起去苍月宫寻找你父母。你们两个够了啊！这么多人呢，不是要找不老神拳吗？你们几个收获如何？哦，大师兄，我们要去寻不老神拳，悟道之事路上说，不知。随我来吧。不老神拳便在这药谷当中。
元寂忏悔，此乃昆仑古帝以无上手段重聚之要山，构建之要园。切记，此要园内，但凡是灵粹，皆不可连根拔起，只可取其一叶。若有人违反，那其宗门便永久失去入昆仑神墟的资格。当然，宝药有灵，诸位想要摘取，那便是各凭本事了。好浓郁的药气，这些都是超过1000年的宝药啊！那是一株火云参。跑啊！那群土匪又来了！快躲起来，千万别让他们抓到了！这些家伙可是雁过拔毛，咬过断筋呐！那些上了1000年的老药，全部都缩回去了。宝药通灵，不可强取。长青师弟，你看前方。长青师弟，不老神拳便在那株柳树下。这么快就可以拿到了？只是千百年来无人得获神泉水，你们要小心。宝药难采，我们去看看能否获得不老神泉之水吧。走呀，冲！传说不老神泉就在柳树下的灵池当中。啊，是禁制之力，好强大！这禁制乃是古帝所留，远超神游境，非我所能启动。禅渊师兄都无法破除。唉，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获得不老神泉。看来，想获得不老神泉，果真没那么容易。不过，却也未必没有办法。混沌观想法，虚空之术。因我青莲地诀。徐师弟的气息在变强，光是这灵气就能撞人神魂。试试吸些泉水。哪里来的野小子，居然敢这般吞噬本座的灵泉！长青哥哥，好强大的气势！这灵池内还有生灵。这是一只仅泛虚境的不老天龟，这灵池内居然还有此等生灵。小子，刚才是你趁着本座沉睡时，
偷取本座的不老泉水。仙气，金乌盾，流掌。还望前辈手下留情。范虚镜，你是昆仑哪个真人座下的弟子？弟子禅渊，乃是昆仑掌教天鼎真人的弟子。这是我师弟徐长卿，乃是我昆仑太白剑仙的弟子。刚才我等不知前辈在此，才有所冒犯，还望前辈见谅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座便不计较了。不过，这少年摄取了本座修炼所用的灵气，却得留下一件宝物当做赔礼才行。不知前辈所要何物？本座看这盾牌不错，不如便给本座当赔礼吧。前辈，此物乃是仙气，不知可否另换他物？若非仙气，又岂能入本座法眼？那么你们都在此，给本座当人宠吧。空花水月，迷住法相，禅渊造作。本座乃不老天龟，背负乾坤，可压万法。去！禅渊身具护无同门之责，金刚法身，大罗天域。耀金天轮，大罗千佛手，你这神通不错，不过本座的防御可是无敌的。这是神通界域，仙气，金刚降龙杵，现。本座身处灵池，有地阵庇护，你能奈本座何？本座身处灵池，有地阵庇护，你能奈本座何？前辈，且慢。这金乌盾我可以给你，不过你也得拿东西来换。还敢跟我谈条件？你得给我不老神泉之水。这不老神泉之水，乃是本座100年涅槃一次才衍生的本源之水，可使人起死回生。一件仙气，也想和本座交换？前辈，若没有不老神泉，爷爷难以复活。前辈，刚才是晚辈失礼，只要您能赐我不老神泉之水，助我爷爷复活，任何要求，晚辈一定竭力完成。就算10件仙气，晚辈也当酬来。还望前辈赐下不老神水。往后我和哥哥必报此恩。本
本座看这个女娃还算水灵，就让她给本座为奴，以解千年之寂寞。什么？你这老乌龟，居然想要小子训，欺人太甚！前辈，您能提其他条件吗？哼，不愿意就算了。前辈，我愿意。子虚妹妹，不行。只是我还有心愿要去寻我父母，所以还望前辈能宽容一番，先赐下不老神水。我完成心愿后再来此履行诺言，如何？谁能保证？不如这样，本座在你体内种下主仆气印，如何？老乌龟，我要拆了你的壳！你不可原谅！好，我愿意。哈哈哈哈哈！来。鬼，你如果用妹妹来换，即便复活了爷爷，他也不会原谅我。身为他哥哥，这等事我绝不允许。既然你不给，那我便自己来取了。就凭你，这灵石禁制，哪怕是合道级修士，也不见得能破开，又能奈我何？今天我徐长卿，就算捅破这片天，也当获得不老神泉之水。任何事都休想阻止我！明我仙灵，混沌聚灵杯。倒是有点气势。苍无帝尊，现！这钟声真是要震溃我的神魂啊！生气。太渊古地，一谋化渊。无为潭渊古地。还不行！今天我徐长卿哪怕是燃尽神魂，就算是生死道消，也要破开禁制。无知神魂，燃烧吧！以混沌聚灵杯为引，青莲地剑。
剑，我来助你。我也来，臭乌龟！我也来，我也来！师弟为救爷爷，不惜燃烧神魂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？大罗天域，金刚法身，大罗千佛手！这一群愣头青，嘿嘿。给我破！仙气昆仑印出，迎天地之势，碾碎山河。仙气气之剑出。居然都手持仙气，那这次是真有希望了。哈哈哈哈！昆仑的老家伙当年封困住本座，好让本座产生不老神液，供养整个妖园。哼，几千年都破不了禁制，没想到今日要靠这小子。破了！大罗天域，不灭金身。走，去取不老神泉之水。灵池内只是一些普通的灵泉之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快看！巨载，不老神水乃是不老天龟涅槃所衍生，或许它是不老神泉之源。哼，你倒聪明，可惜晚了。本座走了，你们想要不老神水，下辈子吧。什么？不，我绝不能让不老神泉这么从我眼前消失。长青，稍安勿躁。徐公子莫要走，我们也能救你爷爷。让开让开！这一株药材，居然有如此神力！这是我昆仑万年来孕育的宝药，怎么他们一窝蜂的跑来了？冲着长青来了！徐公子，徐公子，我乃3800年的人参王，您可取无一虚，助您复活您爷爷。公子，吾是生长4180年的九幽聚魂花，取无之花瓣，去温养魂魄吧。公子，吾乃是2600年的火云山。去，这点年份跑来凑什么热闹？公子，吾乃4300年的七彩天莲，您取无之莲子和莲瓣吧。药园的宝药争先恐后的献药，如此盛况，闻所未闻呐！这些宝药平时一个个如此精明，怎可能主动献药？你们这是为何？只要公子让我们借您混沌之气修行一会儿，我们皆愿意献出部分药材给您。不错不错。师姐，发生何事？
各位稍安勿躁。启灵前辈，那些药材此般何故啊？你这混沌之气乃是万物母气，为大道本源之气。若这些草木宝药能在当中洗涤一番，可就此蜕变，铸就仙机。以后修炼下去，便可能成为仙药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这是一次巨大的机缘。哦，那好，多谢前辈。既然你们如此盛情，我便答应你们，借你们混沌之气，助你们铸就仙机。哎，徐公子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吸收您太多的混沌之气，只是洗涤一下根骨便可。什么？这小子刚才演化出的是传说中的大道之源、万物之母气、混沌之气呀！哼，这些家伙平时一个个闷声不响，现在比谁都快。不行，这机缘我也不能错过。徐公子且慢。嘿嘿嘿，徐公子，徐公子。各位，不要动手，刚才有些误会。我们同在昆仑，也算是一家人。嘿嘿，只要徐公子你让我也吸收吸收混沌之气，这不老神水好说好说呀。这老乌龟居然肯交出不老神水了。混沌之气是什么？怎么让宝药趋之若鹜？连这老乌龟都愿意交出神水了？本座乃是不老天龟，不是老乌龟。你们再敢乱说，小心本座吞了你们！哼，没门儿！哼，没门儿！刚才都是误会。徐公子再考虑考虑，毕竟你爷爷复活才是大事啊！若我吞了他的混沌之气，必然可以一举迈入河道期，届时我便可以为所欲为。这乌龟不可轻信，只是这不老神水。徐公子，你可莫要轻信了这老龟。我们被他坑的不少啊！这老龟可是有吞天之术，只怕一口就能吞进您的混沌之气，伤您本源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这不老天龟自演不老神水，倒是可以收为己用。啊，前辈能现身帮我？我受限于混沌去灵碑，不能离开你的识海。不过，你可以先这样，再这样。喂，人参仔，你们可别污蔑本座！哼，污蔑你？你先把欠我们的不老神水交出来再说。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天龟前辈，您既然如此有诚心，不如先赐下不老神水，助我爷爷复活，如何呀？你这是不相信本座？复活我爷爷，在此一举，我岂敢大意？既然不愿意，我也只能先和诸位圣药前辈交换了。诸位前辈，请吧。徐公子，您别看这只是小老儿的一截根须，若服下，可续人性命于生死之间。这是奴家的一片花瓣，可固养神魂。还有我。这些家伙竟然如此不要脸！
也不知其混沌之气是真是假，不可先交神水，再观望片刻。以无仙灵为引，混沌聚灵杯，演我混沌之海。诸位，请。混沌之海，本王来了。感觉自己的身子在被大道洗涤呀！我要褪去凡胎，铸就仙机。师兄，这混沌之海是何物？能让宝药铸就仙机？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长青师弟的混沌之海内洗涤一番肉身啊？这些宝药能自断一支交换，你能吗？这些宝药入混沌之海修行，肯定会损及徐师弟的根基。若我们进去，损耗更大。不错。灵气化形，本王修炼了3800多年，一直未能化形，而今终于是化形了呀！啊，这人参王成精了呀！精气的确有了质的蜕变，若他继续修炼下去，未必不能成为一株仙药。长青的混沌之海可助力铸就仙机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种情况自上古以来未曾一见，长青师弟实乃万古第一人。居然真的铸就了仙机，没有想到混沌之海还有如此效用。这些药材散发出的药气极为精纯，你若将之凝练，纳入仙灵，可助你炼气化神。混沌聚灵杯，收！多谢徐公子赠予此次机缘，老夫感激不尽。这一小节宝药，当作是老夫的谢礼。既然诸位盛情，我也就却之不恭了。徐公子，且慢！且慢，愚兄愿先拿不老神水和你交换。当真？不过我需要很多混沌之气才能铸就仙机。你莫不是在盘算妄吞我混沌之气？怎么会？我老龟以规格发誓。如此，
还请前辈先取出不老神水。瞧好了。不老神水，哥哥终于获得不老神水了。传说，不老神水不仅可以复活死人，还可以让人青春永驻，容颜不老。长青师弟有这么多宝药，为什么还非得要这神水呢？宝药只能辅助老爷子复活，神水才能万无一失的复活啊！是真的不老神水。子勋，打开宝莲。先将爷爷的神魂牵引出来。徐老弟，神水我也交了，你看这……前辈之情，长青铭记于心，自当不会食言。不过，长青还需复活爷爷，前辈，你自行入我子府魂骸，洗涤肉身如何？哎，长青师弟，子府乃人之根本，若无神魂看守，恐怕……这小子莫不是傻了吗？他难道不知道，一旦入其子府，神魂又不在其中，可以夺其先躯啊？无妨，前辈助我爷爷重生，此乃大恩。我既然答应了助他铸就仙机，那我便当兑现诺言。前辈，您说呢？若是能夺舍他，说不定本座可以直接化身为不老混沌天龟。若是那样，那是自然。小老弟助我铸就仙机，便是我老龟的恩人。快快开放子府吧，老哥哥已经等不及了。混沌之海，开！好浓郁的混沌之气！万古无一的混沌圣体！哥哥，好了。以无精血为引，换耳神魂，以不老神水为基，养耳魂身。苏醒吧！爷爷，我这是在哪儿？长青，子勋，难道我沉睡了几十年？你们看起来不太一样啊。爷爷，我已经凝聚金丹了。爷爷，子勋已经化神境了呢。长青哥哥现在可是剑仙秋无涯关门弟子。子勋妹妹现在无论是剑术还是道法，都超凡绝伦。长青哥哥才拜入昆仑半年，便在仙剑大会上力压群雄，夺得桂冠。能再次见到你们，真好。爷爷。没事没事，爷爷能感受到你们。
看到你们如此优秀，爷爷欣慰呀。爷爷真想亲眼看着你们成为剑仙呢。可惜，爷爷，你莫要悲伤，长青哥哥为您寻来了不老神水，您的神魂只要借助青莲种子吸收不老神水，便可化身青莲，再修一世。届时一样可以看到我和长青哥哥成为剑仙。那两个老家伙，长青、子勋，爷爷已经活了100多岁，一世无憾。你们要平安长大，相互扶持。真想再陪陪你们呢。没事的，有不老神水温养。不对，没有任何气息变化。是不是那老龟耍花样啊？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会突然如此？莫非那不老天龟的神拳真是假的？看来不老神拳是真的，爷爷此后便能留存神魂记忆，化身青莲，重活一世。可是，哥哥你怎会突然吐血？不老天龟入我子府，恐其生变。方才我正因灵魂海震荡而吐血。长青，你速入子府，我和师兄弟们替你在外看护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前辈，在这混沌之海洗涤的如何呀？小子，你是混沌圣体，我若夺舍了你，何须再洗涤肉身？前辈，我让你吸取混沌之气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回报。回报？我已经拿神水跟你交换了混沌之气，现在我要吞了你的神魂，看你能奈我何！傻小子，你这魂魄之身，根本无法在子府内施展地术神通。看来你是执意要吞我神魂了。要怪就怪你太傻，难道你不知道子府魂海乃修士之命门所在，绝不可让实力强横的外人介入吗？你自寻死路，怨不得我了。领我天龟神术，拱手如渊，归吞天地。你不仁，也休怪我不义了。混沌巨灵杯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可怕的道威！这般强悍的天杯仙灵出现在子府魂海内，不可能！化神境也不一定能做到。我的确还没有迈入化神境，但是这天杯并非我的仙灵，而是我的半生灵宝。在我子府魂海内，我
就是大道，可以镇压一切。啊！超越地兵的半生至宝，怎么可能？老龟兄，你这么做就怨不得我了。无上之术，天杯阵势。妈呀！完了，跑不掉了！不老天龟，准备受死吧！别呀，小老哥，饶命啊！欲夺我圣体，行灭绝之事，我岂能饶你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徐大哥，徐大爷，我乃不老天龟，每100年就可以涅槃出一滴不老神水，有了我，就等于有了一个不老神拳呐！何况我还略有神通，你若留着我，我可以为您冲锋陷阵，碾压一切敌人呐！哼，你毫无诚信，我怎知你以后会不会害我？不如杀了，来得干脆。我愿奉你为主，做你的神宠，如何呀？咱可签订主仆契约，你心念一动就可灭我元神。那时我岂敢造次？俺老龟好歹也是九州南界的圣兽，你收我为仆也不算丢脸呀。何况老龟还有不老神水呀！好。以无混沌巨灵碑为引，缔结主仆契印。你将仙神融入当中。哎呀，这混沌契印一旦签订，最难解除啊！怎么，不想签？不敢不敢。契印形成，你若以后心生不轨，老龟能侍奉主人，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又怎敢造次？主人，老龟身受重伤，可否让我以混沌之气洗涤肉身，修复根基啊？可还想遂我子府，吞我魂海？不敢，不敢了呀！不愧为混沌之气呀！多谢主人，此次必可铸就仙机。哎，刚才怎么就猪油蒙了心乱来呢？哼！这不老气息好浓郁啊！看不出，你还挺有心机。长青，你可借此吸收不老之气，巩固金丹，从而一举迈入化神境。好，多谢前辈。长青师弟气息不断凝实。
哥哥好像在修炼，看来那不老天龟并没有什么不轨之举。我们也先在这里巩固一番吧。好。终于在这禁地寻到神池，才修炼片刻，便迈入了神游境。阵法在松动，吸收神液，太好了！只要神液供给出现一丝紊乱，本座便可以遁出一缕元神，重见天日。长老们言过其实，说什么危险至极，也不过如此。此番我必能铸就先机。自由的感觉。这小子的根骨很不错呀。以无心神为引，凝天地精气，融于我灵，化气为神，电道基。元神出！化神？小长青才迈入金丹境多久啊？居然就已经化神境了，也太快了吧！强大的气势，主人化神成功了！恭喜主人迈入化神境。哼，你也不错，已经铸就了仙机，只要好好修炼，定有机会正道成仙。啊，承蒙主人照顾，老龟方得铸就仙机，迈入反虚圆满境，往后定不敢怠慢。出去吧，以后就当我的坐骑好了。这不老天龟的气势似乎变强了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反虚境圣兽进入长青师弟的子府魂海，竟也能铸就仙机。若是这样，长青岂不是能够铸就无数仙机道体？这乌龟居然没有对长青哥哥不轨。你看看他的样子就知道。总算是出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老天龟铸就了仙机，居然还一脸愁容。这老龟不知足的样子，真想扁他一顿。你的心情似乎不好。没，怎敢！如今铸就仙机，小老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已与我缔结主仆契印，
如今他是我的坐骑。啊！哼，他见我天赋异禀，故而想追随我，一起正道成仙。哦。老鬼，我有苦难言呐。反虚圣兽成了奴仆，想必是心生邪念。你才心生邪念，你们都有邪念。俺的错，不该顶撞他人。你们听好了，我主人身具混沌圣体，注定要震古烁今，无敌天下。不奉他为主是光荣的事。那个方位似乎是禁忌之地的方向。禁忌之地是什么？传说禁忌之地镇压着上古神魔，如此可怕的波动，一定出大事了。没想到你不仅掌控了无上剑意，还熔炼出了剑魂，令本座夺舍失败。你是何方妖孽，居然想夺舍我？哎呦，怎么能说人家是妖孽呢？男人，哼，终究是逃不过美色。来做无之炉鼎吧。区区魅惑之术，我夏千侯一心练剑，剑才是我结义，妖焉能乱我心智？伏天之剑，剑意化形。上！伏天剑意倒是有几分威力，可惜终究只是一个神游境的低阶修士。轮到我了。强大的斗法，难道是三木九尾天狐？什么？那可是被封印在禁忌之地的上古魔神呐！上古多名帝尊联手，才镇压了这些魔神。而今古魔出世，主人，要不我们逃吧？夏师弟，
他怎么进入了禁忌之地？好强大的力量！若非有琉璃金身护体，恐怕我早已深远道消了。吾乃上古魔神，全盛时期可灭上仙，灭你易如反掌。什么？师傅们说的是真的？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成为傀儡魔兵；第二，归降于我，效犬马之劳。哼，归降于你？我夏清侯这一生修剑道、练剑魂，绝不屈服于人。想让我归降于你，做梦！燃我神魂，伏天剑，给我破天！不自量力，开无天眼，掩我九幽，以无冥河，入尔神魂。这是什么手段？我的剑意在被一点点的腐蚀。尘埃一般，消散吧。大罗千佛手。金刚降龙，耀尽天伦，断九幽。金刚降龙杵，哼，区区反虚境的修为，纵使手持仙器，亦奈何不了本座。九尾化冰，诛神灭仙。九尾天火好强，连禅约师兄都伤不到他。剑破天穹！难道连我的无上剑意也无用吗？师兄，让我来会会他。青莲地剑出。这是青帝。以我地剑剑斩八荒，杀！
青莲，吞尽天地日月星。青莲化剑，剑斩八荒。哼，欺我天眼，演九幽冥剑。青莲低剑，收。不愧为上古魔神。居然有这般神通，还好救下了夏师弟，要不是师尊来时有交代。神印，夏师弟，是你开启了禁界之地封印，让这九尾天狐出世。胡说，我只是进入神池而已。难道你不知，这神池乃是封魔大阵的阵眼，稍有异动就会影响大阵的运转吗？如今上古魔神出世，你真是闯大祸了。师兄，吾已经铸就仙机，凝练了魂剑，待我修成剑仙，昆仑以后就由我来庇护了。不就是天狐吗？我们只要唤来门中长老，便可将他磨灭。只怕得数名长老吧。真是想得好啊！你们可知，为何昆仑的神虚只让你们这些低阶修士来此历练？因为那些河道区的真人在此动手，会让这片空间紊乱，使得阵法松动，我便可挣脱封印出世。师兄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本来嘛，我只是遁出些许神魂，但刚才一战，已然让阵法松动，本座重获自由，你们都功不可没呀！无知神魂，出！这就是镇压妖狐大魔金轮法阵。区区一个气灵也想压我？主人，这九尾天狐如今的实力俨然达到了河道期圆满，可比人仙境强者了。我们快跑吧，再不跑可就来不及了。还想跑？我要吞了你们，让我本尊彻底出世！九尾封天！神虚禁地被封困了，快传讯给掌教真人啊！冥牌根本无法传讯到外界，是这妖狐的戒狱搞的鬼。九幽冥海，天狐媚术，天眼通幽，摄魂夺魄。妖孽，吾乃剑仙之子，定要将你斩落于此！